你们两个愚蠢无脑、冲动，不懂得权衡利弊，不懂进退，人榜第一，人榜第二。我呸！你们两个知道错了没有？知道了。错哪了？错哪儿了？这怎么刚上完课就直接考试了呢？这要是答不对，你是师兄，你先说。我是师兄，所以先把机会让给师弟你。不，还是师兄先请。别客气，师弟你先来。他们终于学会了无耻，不过和我比起来还是差太多了。这是一条漫长的路，还是需要磨练。行了，给你们1天时间，好好想一想，明天告诉我到底哪里错了。滚一边待着去。是。你过来。啊！天剑地在旁边热闹的看得正起劲儿，陈长安这突然的那一句话让天剑地也懵了。师傅，我啥也没干，我刚入门啊，我也有错。那个师傅，你看我年纪都那么大了，而且我是大地境界，我没冲动，我也没找死，我啥也没干，咱能不能温柔点儿？温柔点，我就是跟你聊聊。聊聊？哦，吓死我了！你也说了，你都是大地境界，为什么还要拜师？学无先后，达者为师。在剑道境界上，我不如师傅，望尘莫及。既然不如，便要请教。既要请教，当然是要拜师了。所以，你认为领域是请教就可以学会的东西？你能够有如今的成就，你的天赋并不差，怎么在这件事情上犯了糊涂？领域靠的是悟性，只有你自己悟了，才能够真正的提升。我教你，你告诉我，这东西怎么教？难不成我把自己的领域嫁接到你身上不成？师傅，我别的要求没有，能不能让我多感受一下真正的剑道领域？说不定我就会有所感悟。罢了，既然你已经拜我为师，总不能一点表示都没有。3天，我给你3天时间。3天之后，我有事要走。这3天，能不能领悟，能领悟多少，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多谢师傅。接下来的3天，陈长安释放出自己的剑道领域，天剑地也是一动不动地待在这领域之中，希望能够有所感悟。师傅，这3天我感悟颇深，我要先回去闭关参悟。行，你先闭关吧，不用照顾我们。多谢师傅。你们两个接下来怎么打算呢？继续历练？我打算多走走，多看看。中天域很大，强者也很多，适合我修炼。我打算先留在天剑宗一段时日，天剑宗的剑灵对剑意的修炼很有帮助。待我剑意达到巅峰之境，我会离开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目标，这很好。哎，出门在外，穷家富路也别太寒碜了。来，给你们1人100万极品灵石，省着点用。简单的相聚之后，便是再一次的分别，大家各自踏上了自己要走的道路。下一次相聚，又不知道将会是何时。李唐，把东西交出来，否则的话，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难道还不为了他考虑吗？你们这群叛徒，我已经躲了你们100年，为何还要苦苦相逼？你们如此行事，就不怕天打雷劈吗？李唐，既然你已经受够了这样的日子，何不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你当真以为我们愿意没日没夜的追着你？你们别忘了，当年是谁收留了你们？是谁让你们有了如今的修为？你们这群叛徒，你们就不怕遭报应吗？我早就说过了，你们要的东西根本就不在我这里。回去告诉韩立明，他想要的东西根本不存在。不存在？如此谎话居然也说得出口？看来你是执迷不悟了。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们不念及当年的情谊了。就在众人要动手之时，突然一股强大的气息出现，让所有人都是一愣。是长安师祖吗？真的是您吗？长安师祖，这称呼不太对劲啊。你认识我？长安师祖，真的是您！我是李唐，您还记得我吗？你是跟在李景云身边的那个小屁孩，怎么如今落到如此田地？李景云呢？李景云差不多是陈长安3000多年前认识的一个人，此人性格开朗，与人和善，是个十足的善人。但李景云有一个爱好，就是想要寻求无上大道，成为一代强者。陈长安当年并没有收徒，但对李景云有过不少帮助。虽然陈长安后来离开了，可他依然将陈长安当成了自己的师傅。长安师祖，你一定要为我爷爷报仇啊！他被人害死了。被人害死了？师祖饶命！师祖饶命啊！我们也是被胁迫的，我们都是景云师傅的徒弟，我们也是迫于无奈。求求您饶了我们吧！
因为一颗赤子之心，加上陈长安当年的帮助，修为也是不断的提升，最终成立了善堂，收留一些可怜之人，给他们居住之所，教会他们修炼。可李景云万万想不到，就是这群自己救助过的人，最后却要了他的命了。欺师灭祖之辈，还有脸求饶？陈长安脸色一沉，直接出手将这群该死之人尽数斩杀。多谢长安师祖出手，若非今日遇见长安师祖，恐怕我们李家当真要灭门了。我问你，他们一直追杀你，想要找什么东西？找什么东西？师祖，其实这东西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而且并非他们所想象的什么至宝。可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就杀了爷爷，还一直追杀我们李家的人。这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字，一个您当年送给爷爷的字。字？陈长安恍然大悟，自己在和李景云分开之时，曾经送给过李景云一个字，这是一个狠字。爷爷曾经说过，那不是什么宝贝，就是一个刺。可是这些人不信，他们一直认为爷爷藏私，为此他们不惜在爷爷的寿辰之日对爷爷动手。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救了他们所有人，却害了自己的家人。这或许就是他的命吧。人都是有劣根性的，你对他们越好，他们就会越不满足，甚至认为这一切都是你应该做的。懂得感恩的人有，但并非全部。你想做一个善人吗？我想继承老祖未完成的事，但我不想成为老祖那样的人。那你说应该怎么做？许久之后，从少年的口中说出来一个杀字。你比李景云强，你小小年纪就看懂了。长安师祖，这是何意？让他给你解释吧。你说说看，为何是杀？杀尽恶人，这世间不就善了吗？感化从来都不是唯一的一条路，更不是真正要走的路。有些人可以感化，但有些人不行，不能够一视同仁。既然无法感化，便杀之，这世上就少了一分恶，多了一分善。若想要成为善人，必先有舍弃善念的觉悟。以我自身坠入无尽深渊，还世间朗朗乾坤，大善即大恶。你们李家出了一个你，李锦云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接下来你们两个人有什么打算？我如今这副身体恐怕也做不了什么了。长安师祖，不如就让七叶跟在你身边吧。祖爷爷，长安师祖，我想先灭了善堂，为老祖报仇。灭了善堂，你知道自己如今的修为如何吗？祖爷爷从未教我修炼，愿无修为。想要灭掉善堂，你需要先修炼，不断的突破自己的实力。等你的实力足够了，你才可以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李锦云就是太着急了，实力不够，却想要完成逆天之举，最终落得了这个下场。晚辈李七叶，请求长安师祖教我修炼。既然你要完成李锦云没有完成的事情，那就先从拜师开始吧，也算是了却了他另外一个心愿。傻小子，可愣着做什么呀？叫师傅呀！这可是爷爷当年梦寐以求的事情。师傅在上，请受弟子一拜。起来吧，你悟性不错，但修炼的天赋如何还不清楚。走吧，这里不太适合，我们先换个地方再说。师傅，您是打算沐浴更衣吗？给你准备的，这是一枚洗髓益精丹，你先服用了吧。好。丹药入口即化，一股霸道的能量出现在了李七叶的身体之中，对他的身体不断的进行着冲击。身体之中传来的痛苦，差点让李七叶大叫一声。足足1个时辰之后，李七叶浑身已经是满是汗水和杂质的混合物，味道十分的刺鼻。这小子意志力很强，悟性也很高，最主要的是他骨子里面有一个狠劲。这小子以后的杀性恐怕会很强，一个不留情就容易万劫不复。什么功法比较适合他呢？太上忘情诀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太上忘情诀并非什么绝情绝爱的功法，反之，想要真正将太上忘情诀修炼成功，必须是一个真正的有情之人方才可以。我这里有一门地阶功法，太上忘情诀，你可愿意修炼？太上忘情诀，地阶，可为什么是太上忘情诀？是不是想让我忘情诀爱不成？若是这样的话，我还能够完成李景云老祖的遗愿，以善制恶，以恶制恶呢？师傅，修炼了太上忘情诀之后，我是否要忘情绝爱？你觉得忘情叫绝爱吗？首先，忘情必须先有情，若心中无情，怎能忘情？忘情之后，人还算是一个完整的人吗？人有七情六欲，很多人认为修行之人应当斩断这一切，方可成就大道。但无情无义的大道要来何用？大道3000，未必就一定要选择那无情无义之道。太上忘情诀看似无情，
实为有情。只是这功法就叫这个名字，也不知道当初起名字的人脑子是不是有病。师傅，弟子明白了，我愿意修炼成太上忘情诀。好。随后手指一点，太上忘情诀的修炼功法便出现在了李希业的脑海之中。多谢师傅传授功法。你先修炼一番，我看看你的天赋如何。是，师傅。李希业不过几个呼吸时间，便已经进入到了太上忘情诀的门口，这让陈长安十分的满意啊！这小子的悟性果然不错。这一练就是3天3夜，李希业从一个毫无修为的人，在短短的3天之内，修为直接越过了聚灵境，达到了宁远境3重。师傅，我现在感觉身体之中充满了力量，我是已经有修为了吗？不错，你如今的境界已经达到了宁远境3重，但这只是一个开始，而且现在的你依然很弱。既然你修炼的是太上忘情诀，那么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便是入世。修炼太上忘情诀需要入世，行走于市井之中，体会人情冷暖，不同人的七情六欲，这对于修炼太上忘情诀很有帮助。所以李希业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入世。我知道了，那师傅您呢？你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同样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临走之前，我会给你留下来一些修炼的资源，还有，这瓶子之中有一枚仙灵果，此物乃是修炼的绝佳之物，现在服用未免可惜，最好等到你修为突破到超凡境乃至神通境再服用，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陈长安将事先准备好的一个纳戒交给了李希业。师傅，那您是马上就要走了吗？我如何能够寻到师傅呢？给你个任务，知道天地人三榜吗？知道。你如今只有16岁，距离人榜结束还有1年半的时间。这1年半，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登上人榜前10。你有信心吗？1年半登上人榜前10，岂不是说我要在1年半的时间之内将修为提升到化神境？怎么觉得很难？你可知道人榜第1陈云轩修炼到如今的境界用了多久？这徒儿不知。1年多。他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便修炼到了化神境，他可以，你同样也可以。对了，有件事情还没有告诉你，人榜第1陈云轩还有人榜第2叶知秋都算你的师兄。什么？人榜第1和第2都是师傅的徒弟？若当真如此，我又为何不行啊？师傅，我知道了，您放心，1年半之后我必然会出现在人榜前10的名单之中。好，我相信你。记住，行走江湖第一要义，活命，记住了吗？是，师傅，徒儿记住了。他可不希望自己这边找着胎珠又得跑过来救场，所以还是先提醒一声，省得这小子热血上头，跟陈云轩和叶知秋一样犯傻。我说你小子人缘也不咋地呀，找了那么久的帮手，就那么几个货，够干什么用的？或许是我自己高看了自己吧，也可能这些人畏惧血屠大帝的实力，我也没想到来的人这么少。不应该啊，前辈是太玄界唯一一名丹帝，小8级的人很多，这其中大帝强者也会有，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帮忙？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隐情呢？你看，这傻子都看出来问题了。难道是这个血屠大帝提前和这些人打过招呼，还是允诺了什么好处啊？好处？血屠大帝能给的好处会比丹帝强？你也别说话了，你脑子也不怎么样。行，我不说，那谁说呀？那2个丫头呢？还修炼呢？自从来了丹帝城之后，顾仙儿和顾凤瑶2个人就埋头苦练，没日没夜的修炼着。他们2个不修炼又能怎么样？指望他们2个去对付血屠大帝？你看看现在老弱病残的打个屁呀！这老弱病残？谁残了？要元弱，要逆命病，你们2个残啊！大黄前辈，你这话就不对了吧？我们2个怎么了？好好的呀！我说你们脑残。不对，还有个老呢。谁老？我呀，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当然是我老，我不能动手。如今这些人中实力最强的，恐怕就是从未出过手的大黄。他的实力有多强，没有人清楚。但要你命可是知道，大黄可是麒麟，太玄界唯一的一头神兽啊！师傅，你说你的身体情况会不会被人泄露出去了？当日在丹地府，知道你身体情况的人可不少。对，药元说的对，恐怕只有这样才会让大家心有担忧。虽说丹帝的人情很有用，可一个快死的丹帝……如此看来，真的不用再期待会有人过来帮手了。距离血屠大帝过来还有多久？距离1年之期只剩下7天了。估计如今血屠大帝带着自己的血屠大军已经在来的路上了。7天，陈长安能赶回来吗？陈长安
真的可以赶回来吗？冥剑州太远了，唉，也不能完全指望陈兄了。实在不行，说到这里，众人将目光都集中到大黄身上。大黄看了要一命等人，呲牙一笑：“去青楼吧。”青楼？这都什么情况了，还想着上青楼呢？现在是说上青楼的时候吗？你们这什么表情啊？你们好好想想，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凭你们几个，能不能打得过血头大帝？这自然是打不过。那很好，陈长安如果赶不回来，你们是不是都得死？必然会死。那你们还在犹豫什么呀？都要死了还不享受享受？难不成等死了之后再享受？你们品品，是这个道理不？在理，此话在理。要圆，你离开丹地城吧，带着我的传承，找个地方生活下去，将衣钵尽量传承下去吧。师父，我不走，您不走，我也不走。糊涂，难不成你想和我死在这儿吗？想，就算要死，我也要死在师父身边。你，临死之前，我要做点什么呢？我还有什么事情是想做但没做的呢？找个人打一架，这丹地城也没有谁能打架了呀。不如咱俩打一架，我看看你这大帝的实力如何。不打不打，没意思。你先别打扰我，我还没想好要干嘛呢。嘿，龙无期这个丑货也不在这里，不然我一定好好的痛骂他一次。你们在说什么？你们说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难道不明白我刚才那些话的重点吗？青楼，我的目的是青楼啊！你们都不考虑一下青楼吗？青楼？不去不去，都快死了，去青楼做甚？对啊，大黄前辈，时间不多了，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呢。大黄前辈，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真的不去了。好意？我好你妹的意啊！我他妈是想让你们带我去，你们这么多人一个聪明的都没有，就你们啊，等死吧！老子管你们一下都他妈算我贱！大黄前辈这是怎么了？不知道呀，生气了？唉，可能是因为咱们没有接受他的好意，生气了吧？要不然哄一哄？撒谎？买根骨头？买根骨头？要不还是带他去青楼吧？好，那这事就交给你了。啥？你们都不去啊？不去不去。不用着急，血屠大帝虽然提前来了几天，但他是个守规矩的人。血屠贴上面的时间未到，他不会提前动手。我估计他会在丹地城之外停留，所以我们还有3天的时间。3天？只有3天时间，还能做什么呀？只能够希望陈长安能够在这3天时间之内赶回丹地城。大黄前辈，就3天，陈长安到不了，你可以出手啊。不错，放心，到时候我帮你收尸。别呀，你我青楼之意，你不能翻脸不认人呐。要不然接下来3天我再陪你去一趟，咱们玩他个3天3夜。3天3夜，若是往常，大黄可能会十分的开心，可如今这丹地城人心惶惶，走的走，逃的逃。本来这里的青楼就不多，如今剩下来没走的都是一些什么歪瓜裂枣啊！就这质量，还打算让我去第2次？我呸！我虽然是条狗，可是也有要求的好不好？哎，不对，我怎么是条狗了呢？应该是麒麟才对啊！师父，血屠大帝派人过来了。血屠殿左护法见过丹帝。左护法，大帝境界。要一命虽然如今身体不行了，但灵魂之力还在，眼力也还在。真是没想到，血屠殿如今又多了一位大帝强者，恭喜！丹帝这恐怕就要说错了，突破的可不止我一人。右护法同样突破到了大帝境界。左护法说话之时，眼神之中满是得意和狂傲，似乎丝毫没有将丹帝放在眼中。这他妈不是小人得志吗？要是以前这狗屁左护法敢这么和不死丹帝说话？猎战狂观察过，自己应该可以对付这个左护法，但也只能是能够对付这一个人而已。开门见山吧，血屠大帝派你过来的目的是什么？好，快人快语。店主让我通知你，若是你肯将毕生所学所有的炼丹心得全部交出来，并且从此以后无条件为我们血屠殿炼丹，我们可以饶你一命。当然，丹地城之中的任何人，我们都不会为难。不知丹帝你意下如何？还要不要脸了？让丹帝无条件为你们血屠殿炼丹，还得将毕生所学都交给你？哼，交给你，你他妈会炼丹吗？太狂妄！你觉得你们一定会赢吗？真把我们都当死人了不成？啊，你大帝境界，哈哈哈哈！真没想到
丹帝如今落魄至此，居然还有人愿意帮忙。可就算有，你又如何？你一个人挡得住我们血屠殿？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妈的，你要是有种，咱们现在就出去打一架。我可不是来打架的，不知丹帝的选择是什么，你可要想清楚了。若是你不同意，后果会是什么？你难道真的想要看到明日血屠大军屠杀丹帝城的场面发生吗？明日？真的提前了？这不符合血屠大帝过往的行事风格呀！牺牲我一个就能够拯救所有的人吗？这事儿没得谈，回去告诉血屠大帝，有种就放马过来！别以为自己当真天下无敌，就凭你们这些土鸡土狗，还真以为自己能够横扫一切了？狗？有趣，当真是有趣。这丹帝府难不成是一条狗来做主？我能做主吧？能。行，那就赶出去吧，没什么好谈的。好，既然你们执迷不悔，那也别怪我们血屠殿不客气了。你们就等着吧，明日我血屠殿必定踏破你这丹帝城。丹帝，你不是说血屠大帝这个人很守规矩的吗？血屠期的时间还没到，他怎么提前准备进攻了？他为什么这么着急？难道还有什么忌惮的不成？现在议论这些都没用了，先想想明天应该如何应对吧。大黄前辈，这陈长安快回来了吗？他什么时候我怎么知道呀？啊？那你刚才这是？没什么，我就是看不惯这人的嘴脸。那怂个屁呀，跟他们拼了，大不了就死了呗。我给你们呐喊助威。呐喊？喊你妈的助威！你刚才说的那么霸气，感情你自己过瘾，让我们去送死啊？你怎么这么狗呀你？好吧，他本来就是一条狗。大黄前辈，别开玩笑了，我知道你的实力，这也是为什么陈长安放心让你过来的原因。否则的话，陈长安不会让那两个小丫头也一起过来的。唉，居然被你们发现我的实力了。行吧，摊牌了，我不装了。今日我是大地巅峰的实力，我一直跟在陈长安的身边，其实是为了夺舍他的身体，这样我就可以摆脱这副如今的身躯了。等你们都死了，陈长安必定会发怒，心神失守，到时候我就趁其不备，对其进行夺舍。怎么样？我的计谋是不是很精彩？如此险境，他还有心情在这里开玩笑？怎么了？不好笑吗？好笑。那你们笑啊！你说什么？丹帝府如今做主的是一条狗？有趣，当真是有趣。想不到这要逆命如今居然如此落魄，没有人帮忙，去找妖兽了吗？还是一条狗？店主，咱们明天当真要动手吗？可按照我们的规矩，血屠殿的时间还没到。不过就是2天时间而已，毕竟是不死丹帝，迟则生变。不过今天也算是打探到了丹帝城的实力如何，居然只有1位大帝境界的强者帮忙吧。看来不死丹帝命不久矣这个消息果然有用。小子，我不懂，你为何要帮我？我对不死丹帝的传承没兴趣，他能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我的传承我来开创。但是我希望这太玄界只有1位丹帝，是我，不是别人。此子有野心，但感觉脑子有些不太正常。丹帝命不久矣，你着什么急啊？就算你想自己开创自己的传奇，和不死丹帝有什么关系？没必要，完全没必要。血屠大帝感觉云霄的真正目的恐怕并非如此，但对方不说，他也不会多问。对了，你说的那个陈长安似乎不在丹帝城，他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厉害？血屠大帝，当然的事情看到的人可不止我一个。您觉得一个人能够对抗天罚会不强吗？换成是您，有没有十足的把握对抗强大的天罚？若此人当真如此妖孽，提前行动或许是正确的，要不要再提前一些呢？店主，既然都已经到了这个份上，咱们不能退，都已经提前了时间，何不索性直接踏破丹帝城？不妥，店主，倘若这陈长安真的有如此实力，灭了丹帝府，后果会如何？陈长安和不死丹帝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我们还需要弄清楚。丹帝府之中何有陈长安在意之人？这也要弄清楚，不可轻视，不可鲁莽，错一步便是步步错，还请店主三思啊！你这叫什么话？难不成就因为他陈长安实力不弱，我们就要退？这样我们血屠殿岂不是成了一个笑话？他陈长安强，难道店主就弱吗？你什么事情都小心翼翼，你是不是忘了
你已经突破到大帝境界，咱们血屠殿如今3位大帝，还怕他一个陈长安？够了！你们两个吵什么？你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要试探，但也不能退。这样，派个人进入丹地城，侧面打听一下丹地府之中的情况。右护法，我给你半天时间，半天之后，我便会带着人进攻丹地城。这好，我会好好把握这半天的时间的。这里已经没有我的事情了，我先走了。哦，不打算看着丹地城被灭，不死丹地陨落吗？我真的不在乎这些，我只是觉得有趣，便帮了你一把，仅此而已。我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没有必要留在这里。这小子好生狂妄，他真把自己当根葱了。无妨，不过是一个有野心的年轻人，不过也不能不防。你派个人悄悄跟着他，看看他去了何处。是，店主。右护法坐在酒楼的角落之中，开始仔仔细细地回忆起了这所有事情的起始。这一次和丹地城之间的恩怨为何会演变成今天这个模样？他总感觉这事情很蹊跷啊。就在右护法思考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一条大黄狗来到了自己的身旁。这丹地城之中竟然还有养狗之人。你才是狗，你全家都是狗。我操，狗成精了，居然能口吐人言。不对，这他妈是妖兽。你是丹地府的那条狗？你他妈才是丹地府的狗！你怎么开口闭口都骂人呢？你他妈说的是人话吗？你不骂你骂谁啊？你他妈本来就是一条狗，我说的话有错吗？我已经很好的隐藏了气息，居然还是被发现了。他过来找我的目的又是什么？你是怎么发现我的？你很聪明啊，还知道事先来丹地城打探一些消息。可是你难道就没有想过，如今的丹地城人心惶惶，里面的人恨不得全都跑出去，怎么会有一个很普通的人在这种时候反而主动跑进了丹地城啊？况且这酒楼3天前就已经人去楼空了，你一个外来的跑到这么一个没有人经营的酒楼待着，难道就不奇怪吗？发现你很难吗？这狗鼻子当真如此厉害，天赋异禀，种族技能。我来到这里并没有任何的恶意，只不过感觉这一次的事情确实有些不寻常之处，所以想要打听清楚情况罢了。确实有不寻常的地方。此话一出，右护法也是一愣。回来的还挺快，我还以为你要等到关键时刻再出场呢，那样多拉风，多激动人心呢。能够及时赶回来，没必要非要拖延时间，挑到关键时刻才出现。你是不是故事听多了？你是陈长安？不错，是我。洞虚境1种，隐藏了修为吗？可我如今已经是大帝境界，竟然还看不透他的修为。此人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恐怖，太恐怖了！你刚才说确实有不寻常之处，可是有什么发现？就算有，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说实话，我并不赞成这一次血屠殿和丹地城的战斗，但店主一意孤行，我没有办法阻止。可如果真有什么蹊跷的话，我希望能够劝说店主以和为贵。我问你，冷无情此人虽说骄纵无法无天，可他平日里性情如何？少店主虽然确实骄纵了一些，可并非是滥杀之人，而且他大多时候都留在血屠殿，对于人情世故这些都不是很明白。就算真的发生了口角，他会生气会打人，但在血屠殿这么多年，他从未说过杀了谁。这就是第一个问题，为何来这丹地城，冷无情就要口口声声的要灭掉整个丹地府呢？你的意思是有人故意挑唆？可不对啊，当时少店主身边并没有外人，那3个人都是可靠之人，不会如此才对。未必是挑唆，也可能是被人控制了呢。这就要看看他在来的这个路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遇到了什么奇怪的人，这些我可没工夫去查。还有第二点，血屠大帝虽说狂妄，但他当真就不惧怕不死丹帝的影响力，如此草率地发出来了血屠帖，我相信是他知道了一些消息了吧。确实听到了消息，不死丹帝命不久矣，所以店主才没有了担忧。所以你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谋划的？难道是他？想到这里，右护法向着陈长安看了过去。此人从出现到现在，一直表现得淡定从容，丝毫没有剑拔弩张的架势。你真的不怕血屠殿？为何要怕？怕你们会死。我杀的人又不是1、2个，不在乎对付你们这一群。好，我明白了，给我点时间，我回去之后会尽量劝说店主，能否给我这个时间？好，我给你时间，但若他一意孤行，我可就不会客气了。就这么让他走了？怎么，
你还想要和他聊聊？那倒不是，可是你并没有问究竟是谁给血屠大帝带去了消息。不需要问了，那个人现在应该已经离开了。就算知道了是谁又如何？木已成舟，改变不了什么了。你心中已经有了猜测？云霄。云霄？当初在丹地府我就觉得这小子有点不对劲儿，可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他的呢？而且我想不通他的目的是什么。当初我也只是感觉这小子不太对劲，但并没有过多的在意。毕竟他是谁，想要做什么，跟我并无关系。直到从古家回来的路上遇到了猎战狂，我才开始怀疑到了他的头上。猎战狂？龙地宫？难道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云霄可能是龙无期？不确定，但一定有关联。此人的灵魂不太正常，但他的体质确实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如果我是龙无期，一定不会选这样的一个身体。这云霄的天才之名，完全是凭借着灵魂强大一步步闯出来的，而并非是因为他天生体质特殊。算了，早晚会知道他的目的。走吧，先回丹地府。行，先回去吧，不然的话丹地府那几个都快给吓尿了。回来了，大救星回来了！走啊，跟他们干呢！你们去吧，我不着急。哦，那我们也不着急。老姚，我问你一个事情，关于云霄这个人，你了解多少？云霄，了解的并不是很多。了解不多，你就打算将自己的传承交给他？怎么了？此人当真有问题？师父，此人绝对有问题。要员不可鲁莽判断。师父，我没有鲁莽。上一次的事情之后，我其实偷偷的派人出去调查过。这个云霄很古怪，就好像是突然之间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没有家人，没有朋友，异军突起，突然之间就在炼丹界闯出了名堂，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天才炼丹师。他的过去没有任何人知道，而且他不会与人深交，不管去什么地方都是待一阵子就离开，似乎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停留过半年以上。师父，我是担心此人用心不良，所以这才调查，并不是有意隐瞒。罢了，你也是为了我，可还有其他的发现？真正可疑的就是，并没有其他的发现。陈长安明白药源的意思，一个人不可能干干净净，除非这个人身上有着极大的秘密。陈兄，你为何突然提起云霄此人？我怀疑这一次血屠殿的事情背后有他的影子。此人有些古怪，我看到他之后会有一种厌恶的感觉。厌恶？我去，陈兄，你说这个云霄会不会就是那个丑货呀？突然猎战狂心头一震，难得的聪明了一次。现在讲这些都没有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提升自己的实力才是面对困境最有利的办法。任何的阴谋诡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不值一提。你们就留在这丹地府吧，血屠殿那边我一个人应付就可以了。我去等着他们。等着他们？那个诱护法不是回去劝说了吗？他会失败？他是一个聪明人，但他恐怕改变不了血屠大帝的想法。这一战必然发生。店主，三思啊！我看你是怕了那陈长安吧，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们血屠殿的实力如何，你难道还不清楚？虽说这一次战堂的人并没有跟着一起来，可店主我们三人，再加上血屠大军，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陈长安，还能翻天不成？左护法说的对，右护法，你现在的胆子是越来越小了。你说那云霄有问题，不错，我也知道这小子有问题，可在神通境的修为有野心，但他的实力不够。况且我已经派人去跟着他了，他有什么小动作，我也不会放过他。至于那个陈长安，店主，人人都说陈长安硬扛天罚，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本身就是丹地府故意传播出来的一个假象？不死丹地大限将至，回天乏术，这陈长安难不成还有通天的本领，能够将其救回来？为了不让外人打扰到丹地府，所以陈长安和不死丹地两个人合谋演了一场戏，一场演给所有人看的戏。不死丹地虽然不行了，可还有陈长安。这样一来，那些想要找麻烦的，或者胁迫不死丹地炼丹的人，恐怕就要考虑考虑了。您仔细想想，从不死丹地广邀炼丹师研究那个什么破珠子，再到陈长安出现，这一幕幕是不是都未免过于巧合了一些？所有人束手无策，他来了，珠子就炼化了，而且那么巧，不死丹地大限将至，他又有办法治疗不死丹地的伤。最巧合的是，他来了，天罚也来了。
最可笑的是，天罚，那可是天罚，被他给骂跑了。你不觉得这太假了吗？对呀，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巧合呢？况且，这陈长安名不见经传，若当真是个什么超级强者，我不可能从未听过。后起之秀，那也没有过他的一点事迹，总不能是凭空出现的一位强者吧？不合理，这里面有太多不合理的事情了。店主，不可鲁莽，不可鲁莽啊！我见过陈长安，他绝对不简单，错一步恐万劫不复啊！你的意思是说，我和我的血屠殿将要万劫不复吗？就因为他一个陈长安？你跟在我身边这么多年，应该了解我的脾气。若是再有下次，我绝不饶你。右护法，你不会是在丹地城之中和陈长安达成了什么合作吧？以您的聪明才智，你难道看不出来这其中的问题？可你从来没有主动和店主汇报过，这可不是你这智囊的一贯作风。还是说，你早就有了二心？这小子今天是怎么了？死咬着我不放。虽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和睦，但也不至于往死里坑我吧？你胡说！我对店主忠心耿耿，何时有过二心？只是我觉得你的分析和猜测并不完全正确罢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店主，为了血屠殿。你急什么？听到这话，血屠大帝也眯着眼睛看向了右护法。店主，你什么？依我看，你今天很反常。从丹地城回来之后，你就一心一意的想要劝店主离开。我倒是很想问问你，在丹地城你究竟做了什么？你以前确实很拘谨，但你可没有如此反常过。不会是他们给了你什么好处吧？绝无此事。店主，这一次的事儿一定有蹊跷。少店主的为人你应该很了解，他怎么可能会突然之间性情大变，非要灭掉丹地城呢？这里面绝对有问题。好，非常好。你现在又开始质疑起少店主了。右护法，我看你还真是居心不良的。你在这里搬弄是非，究竟想要做什么？非要给我扣上个罪名不成？我虽说没少得罪这左护法，可也不至于如此痛恨我吧？还是说此人……店主，左护法平日里面什么样子，你应该最清楚。可今日的他能言善辩，处处针对于我，恐怕他才是有所图谋吧？而且我怀疑他……够了！你质疑了这么多人，现在是不是该质疑我了？告诉你，不管你说什么，都无法改变我的决定。若你现在悔改，我可以饶你一次；否则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店主，您想要怎么惩罚我都可以，但是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我的话。我真的是……真是不知好歹，当真以为我不敢对你动手吗？丹地城我灭定了。冷图，我跟在你身边，尽心辅佐你多年，就因为这么几句话，你就对我出手？居然敢直呼我的名讳，范毅，你好大的胆子呀！当真以为自己突破到了大帝境界，就可以有恃无恐了吗？告诉你，在我这里，你还不够格，别逼我杀你！杀我？你居然还想杀我？血屠殿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你当真以为全靠你自己吗？是，你很强很有实力，但你没脑子。若不是我帮你打理，会有血屠殿的今天吗？这一次明显是有人故意挑唆，算计了这一切。你当真以为对方的目标是丹地城？陈长安如此强横，他真正要算计的人是你，是血屠殿。我只是不想你白白送死，不想你带着这些兄弟去送死。你居然如此不识好歹，你就这么想拉着这群人去送死吗？放肆！范毅，你好大的胆子！店主要做什么，哪里轮得到你来胡言乱语？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这番话，你居心何在？两人纵身一跃，在空中爆发了激烈的大战。哟，这是内讧了，有点意思。有趣，有趣儿！哎，你们说这两个人谁会赢啊？那个右护法会输。右护法会输？大王看了一眼此时天空之中激战的两人，从两人的实力上面来看，仿佛是这右护法的实力略胜一筹。冷符冲天而起，直接全力出手，毫不留情。轰的一声巨响，范毅直接倒飞而出。你够狠！冷图，你当真一点也不顾及旧情吗？哼，你难道不该杀吗？大战在即，你乱我军心，你究竟有什么目的？我看真正图谋不轨的人是你才对。枉我范毅自诩聪明过人，真是想不到我当初究竟是下了哪只狗眼，会觉得辅佐你是一件正确的事儿。冷图，你这是在自取灭亡。
能说的我都说了，不该说的我也已经说了。我对你没有亏欠，是你和血屠殿欠我。从此以后，你我恩断义绝。你辅助我，你能够有今天的成就，难道不是因为我血屠殿的培养吗？当年你也不过就是一个洞虚境的弱者，若非我的栽培，你有机会突破到大帝境界。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你想走，简直可笑。想要脱离我血屠殿，只有死。范毅看向了身后不远处的丹帝城，眼神之中是犹豫不决。若是我当真逃到了丹帝城，岂不是坐实了我和丹帝城的人有猫腻？可若是不去，妈的，到了如今这地步，还有什么好顾虑的？不好，店主，他要跑！可恶，他果然和丹帝城的人有猫腻。哼，居然还想要骗我！先前在营地之中，你选择了直接出手，为何刚刚你只是提醒我，而没有出手阻拦他离开？冷图目光质疑地看向左护法。范毅去了一趟丹帝城，和里面的人不清不楚。左护法同样去过，难不成他也有猫腻？店主恕罪，我一时大意了，但我对店主绝对忠心不二，绝无异议。哼，谅你也不敢。他以为逃到丹帝城就可以安枕无忧了。吩咐下去，直接进攻丹帝城。是。你逃到我这儿算怎么回事？只有逃到这里，我才有活下去的机会。陈长安，我已经尽力了，但店主如今一意孤行，我根本就拦不住。而且左护法，我怀疑左护法有问题，他太反常了，不管我说什么，他都反驳我，而且处处针对我。他似乎十分在意我的劝阻，我怀疑左护法也有问题。我早就知道你拦不住，也劝不住，但那又如何呢？不过是多了一些死人罢了。他们要来了，我也想看看这血屠大帝的实力究竟如何。此人难道便是陈长安？竟当真有如此实力？左护法，你……血屠大帝冷图正准备斥责左护法先前的胡言乱语，可没想到一转身，却发现左护法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不见了。这一刻，就算是血屠大帝再脑残，也看得出来，这事情恐怕真的不对劲儿了。难道真如范毅所说那般，那幕后之人的目标是自己，而非陈长安？云霄，他一个神童境，怎么可能会有如此谋划？又怎么可能有这个能力谋划？难道是云霄背后另有其人？事已至此，冷图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哼，就算是阴谋诡计又如何？我血屠大帝，又不是谁能够算计的。冷图冷哼一声，便打算向着陈长安攻去。轰的一声巨响，冷图整个人都被这股气势压得动弹不得。这陈长安竟然真的如同传闻般那样强悍，血屠大帝冷图在他面前居然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吗？血屠大帝可是进入大帝境界万年之久，就算是如此，依旧抵挡不住陈长安的攻势。刚才你有机会走，为何还要送死呢？就算知道了这一切都是阴谋又如何？事已至此，岂能后退？退了，我血屠大帝将会被所有人耻笑。明明不可为而为之，有胆量，只可惜脑子不够。其实你们这些人本都不用死，可你偏偏选择了一条死路。实话告诉你，就算你刚才选择走，我也不会放你离开。为什么？你们不死，我怎么知道背后之人到底想要做什么？但你放弃杀了我们，不就破坏了对方的计划？这样不是更好？既然你已经看穿了对方的阴谋，为何还要按照对方的计划行事？这不是反而成全了他们？或许是双腿跪地了，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冷图突然就变得聪明了起来。哎，现在学会用脑子了，有什么用呢？可我怎么觉得血屠大帝说的有些道理呢？如果陈长安不杀了血屠殿这些人，那背后算计的人阴谋不就无法得逞了吗？就你那脑子，你可别思考了。这我怎么就不能思考了？你那猪脑袋能思考个屁呀！陈长安那么做，自然是有他的道理。你真以为他是为了杀人而杀人吗？啊，难道不是吗？这货怎么活到今天的呀？哎，还是我来说吧。陈长安想要灭了血屠殿，不仅仅是为了想要看看这背后之人的目的是什么，另一方面是他知道，就算自己放了这些人，他们也活不了多久。幕后之人能够算计一次，难道就不能算计第二次吗？既然如此，何不死在陈长安的手上？说不定还能发现对方的一些蛛丝马迹。最重要的是，陈长安了解人性。以我对冷图的了解，就算今天陈长安放过他一马，他也不会感恩，反而会怀恨在心，甚至是想方设法的杀掉陈长安。这等于是放虎归山，
将一个大地境界的强者放走了。冷图或许如今不是陈长安的对手，但他可以对陈长安在意的人动手，这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报复呢？所以，不管是为了什么，陈长安都不会放任血屠殿的人离开。看看人家，学一学，不然你非得死在自己手里。大黄前辈，这是什么意思？还请赐教。他的意思，你会把自己笨死。许久之后，发现什么了？这些人的灵魂消失了。灵魂消失了。我去，果然是龙无期那个丑货干的好事。我就说了吧，那云霄很可能就是龙无期。王八蛋！现在他只是神通境是不是？让我找到他，我非得好好教训一下他。你先别吵。然后呢？还有什么发现？你没有察觉到这些灵魂消失去了什么地方吗？方向知道，不过我想不通，这么多的灵魂要来有什么用？龙无期本身就受到了吞噬灵魂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他不可能继续做这种事情才对。将这些灵魂交给别人吞噬吗？血屠大帝的灵魂可不是那么容易掌控的，还是说他另有目的？那你怎么不追上去看看？以你的实力，应该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幕后之人才对啊。你是不想追？因为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云霄死了。云霄死了？此话一出，众人都是一愣。云霄不是很可能就是龙无期吗？怎么会突然死了？看到灵魂消失之后，我追踪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他的尸体，距离此地不远，100多里之外。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或许比我们想象中的更有趣。属下见过公主。事情办得不错。从今天开始，血屠殿便进入我手了。这一切都是属下该做的。好，按计划行事。至于那个陈长安，暂时不要招惹，我还没有100%的把握对付他。此人实力和心机都绝非等闲之辈。是，属下明白。可陈长安知道血屠殿的人都已经被杀，若是……不用担心，这段时间低调一点就好了。是，属下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公主，那您……我的事情不需要你来过问。是，属下只是……左护法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面前的老者眼睛一翻，直接晕了过去。看到这一幕，左护法便再也没有继续开口了。看了一眼地上昏迷的老者，随后直接出手将老者斩了。你说什么？你说就在刚刚，很可能龙无期一直都在丹地城之中。你确定？只是猜测，并不一定就是他。况且就算我出手，也留不住。他并不是真身出现在丹地城，而是一缕灵魂附在了一个老头的身上。不过如今这老者应该已经死了，所以就算我出手杀了这老头，对龙无期的影响也不大。他其实一直都躲在丹地城，看着外面发生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所有谈话。如果是这样，那云霄就一定不是龙无期了。那云霄这小子究竟是什么人呢？谁说云霄就一定不是龙无期？换句话说，谁能够确定龙无期只是一个人？此话一出，众人感觉有些烧脑。您的意思是说，龙无期有能力同时附身在很多人的身上？如果是这样，那太可怕了。他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以不同的身份去做很多不同的事儿，而且不会有人将这些事情联系到一个人的身上，这太恐怖了。如今的中天域很可能随处都有龙无期埋下来的种子，随处都可能有他布的局，甚至随处都有他存在的可能。范毅感觉自己还不如不知道这些，不听到这些。从这一刻开始，他会去质疑所有的一切。聪明的人往往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想的太多了。你们不用学他，容易把自己吓死。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龙无期虽然可能在这几千年之中做了很多事情，但他下手的应该都是一些顶尖势力或者高手。龙无期附身这种情况也不会经常发生，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会被他瞒过去。他也一定会非常谨慎的行事，除非已经到了他肆无忌惮的那一刻，或许他才会毫无顾忌。但很显然，现在的他并没有肆无忌惮。任何强大的手段都一定会有弊端，龙无期也一定会有他的弱点。陈兄，我不懂，既然你都已经发现他了，为什么还要说那么多？这岂不是全都被他听到了？至于陈长安说的那番话，有一部分是故意说给对方听的。其他的事情暂时先不聊了。以我的推断，对方应该不会在丹地城有什么动作了。毕竟，不管他先前想对付的是谁，目的都已经达到了。不管是血屠殿还是丹地城，
谁被灭都在他的计划之中。不过不能不防，毕竟我不可能一直留在这里，所以你们要多加小心。唉，我这不死丹帝的名字，如今恐怕只是徒有虚名了。不，以前或许是，但从今天开始，你不死丹帝的名字会变得更有用。所以你要好好利用好你的身份，将丹帝城壮大起来。别忘了，血屠殿和丹帝城的这场战斗，输的可是血屠殿。你什么都好，就是这个性子多少孤僻了一些。如果你当初但凡有点想法，丹帝城都不会是如今这般模样。你完全可以将丹帝城打造成一个超级势力，以你的影响力做到这一点十分轻松。妖逆命点了点头，确实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了。天上狂，你就留下来帮忙吧，反正你都无家可归了。况且你不是还想着去找龙无期算账吗？跟在丹帝身边，你好处不少的。好，我留下来。我也留下来，我想加入到丹帝城。陈长安看了看妖逆命，见妖逆命并不反对，这才点头同意了下来。又要走了，这才刚回来。是，天生劳碌命，没有办法。这一次又打算去什么地方？说起来，陈长安倒也没有什么方向。如今台珠的下落几乎已经成谜了，没有任何的消息，就算是凭借着陈家的足迹，也发现不了任何的蛛丝马迹。咱们是不是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中天域这么大，咱们才出来多久啊？当然很多地方没有去过。你是想要去碰碰运气？去这些地方碰碰运气吧。长安哥哥，你知道兽神州吗？兽神州，听说在这兽神州流行的修炼方式是御兽，他们除了自身修炼之外，还会通过御兽寻找到一头适合自己的妖兽，辅助自己战斗。你想要去兽神州？从家里长辈那里听说过兽神州这个地方，很好奇。既然是出去逛逛，不如去这里看看呢。兽神州自成一派，外人去的不算特别多，里面出来的人也不是很多。台主可能会流落到这里吗？这兽神州我去过一次，还是当年为了寻找一味灵草炼丹。听说这兽神州真正的强者便是兽神山脉的那位兽神，传言兽神似乎不是9阶巅峰，而是突破到了10阶的存在。太玄界之中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10阶的妖兽了，但具体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了。可当听到对方可能是10阶妖兽的时候，大黄有些在意了。10阶，这是大黄一直以来都想要突破的枷锁呀。大黄和陈长安相遇的时候，便已经是9阶巅峰的实力，可这么多年过去了，迟迟没能够再进一步。大黄总感觉到自己似乎缺了点什么，差了点什么，但又说不清道不明。走吧，大黄，就去兽神州。我就知道，你就是我肚子里面的蛔虫，知道我在想什么。大黄也是呲牙一笑，他和陈长安之间不需要客套，显得矫情，心中明白就好。算算时间，第2次人榜更新应该快要到了吧？神榜终于又要更新了吗？不管是第几名，这一次我已经可以进入到前5了。话音未落，天空之中再次金光绽放，不过是一个瞬间便覆盖了整个太玄界。所有人此时都抬头向着天空之中看过去。有了前2次的经验，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人榜又要更新了。第1名陈云轩，年龄18岁，修为洞虚境2重。第2名叶知秋，年龄20岁，修为洞虚境1重。第3名顾仙儿，年龄22岁，修为洞虚境1重。第4名古凤瑶，年龄31岁，修为洞虚境1重。第5名聂昊天，年龄31岁，修为化神境5重。第6名叶伟明。当人榜更新了之后，所有人都懵了。陈云轩他们的天赋和突破速度，让整个太玄界的人都彻底的疯狂了。你在看什么呀？大黄看到陈长安一直盯着人榜，似乎在找什么，于是好奇地问了一句。没什么。陈长安摇了摇头，他在人榜上注意到了无名刀的名字，排名上升了1个名次，如今位列第8名。但是他真正关注的是李七夜。找了半天，陈长安好不容易找到了李七夜的名字，神通境3重，不算高，但也绝对不低了。毕竟这小子修炼满打满算也才半年的时间。你们说还有1年的时间了，会不会有人已经开始要忍不住动手了？动手？动什么手？两人思索了一下，这才反应过来陈长安的意思。就算真要动手，恐怕聂家和叶家的动机最大，毕竟其他人就算动手，也未必能够有机会，除非他们连3大家族一起灭了。不过你觉得他们会动手吗？以我所知的聂家和叶家很注重家族的利益，不过他们同样很谨慎，
但我也不确定会不会动手。不过我觉得还是小心一些比较好。或许他们不敢对付我，但其他人真的说不准。毕竟陈云轩他们太神秘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背景。越是如此，越让人不会忌惮。有道理啊。所以咱们还是先去兽神州吧。不需要通知一下他们，让他们小心一些吗？嘿嘿，这一下可要苦了望天机那个倒霉蛋了。也不知道他那体格子还能够动用几次内秘术。你说他下了那么大的血本，以后要是亏了怎么办？陈长安很清楚，望天机一直都在观察陈云轩，但明剑州之后恐怕会多了一个叶知秋，所以这两个人有望天机看着，陈长安并不需要担心。再有几天应该就可以进入到兽神州了，也不知道这兽神州究竟是个什么景象。陈长安说完，就看到不远处一个人骑着一头巨大的猛虎在大街上招摇过市。这应该是5阶妖兽踏焰虎吧？不，这不是普通的5阶踏焰虎，应该已经到达了6阶。这人应该是一个御兽师，可这里不是兽神州，他怎么会来这里啊？想知道过去问问不就好了。你是御兽师？不错。此地距离兽神州虽然不远，但也不近。我听说兽神州的御兽师一般很少出现在外面，所以比较好奇，后来问一问。你没来过这里，更没去过兽神州，对吧？不错，第一次来到这边。这里不是兽神州，但却和兽神州关系比较密切。不管是进入兽神州，还是离开兽神州，这都是必经之地。而且，这是距离兽神州最近的唯一一个城池。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来此地，购买一些兽神州没有的东西。所以，这里的人对于御兽师并不陌生，他们更知道，御兽师带着的妖兽是不会随意攻击他们的。必经之路，而且还是唯一一个城池。这兽神州难不成是在一个罐子里面，只有一个出口能够自由出入不成？兽神州四周被兽神山脉围绕，兽神山脉那可是神山，不能随意翻越，所以就只有一条路离开和进入。不知道你来到兽神州有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陈长安低头看了一眼大黄，随后笑着说道：我对成为御兽师很有兴趣，这就是我准备的妖兽，你觉得我能行吗？御兽师？御狗？这他妈不是胡闹吗？挺好，不错，我看好你。御兽师尴尬地笑了笑，随后便不再理会陈长安。大黄，他瞧不起你。呸！就知道你嘴里没有一句正经话。不过，这倒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身份，不然的话，你想直接闯入兽神山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们说，要是直接翻过去了，会怎么样？之前有没有人这么做过？翻过去会怎么样？不被发现，什么事情都没有。若是被发现了，成为全州公敌呗。哎，这个我还真听说过，我是从家族长辈口中听到的。大概3000多年前，就有一个人对兽神州的规矩十分不屑，然后他就直接翻越兽神山脉，直接飞进了兽神州。最后的结果就是再也没有这个人的消息了，是生是死都不知道。生死不知，下落不明，这么狠啊！此人修为如何？据说是一位突破到大地境界不久之人，所以从那之后，不管是兽神州还是外面的人，更不敢没事就翻越兽神山脉了。但动手的人是谁，恐怕只有那位大地强者知道了。人都下落不明了，那这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还有这么多人信？如果仅仅是兽神州的人传扬出去，恐怕很多人会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我怀疑这故事的真实性，所以咱们要不要翻一下试试？啊，这不是有路吗？没必要去翻了吧？这会不会太冒险了一点？我听公子的。我就知道你小子不走寻常路，翻，必须要翻！我倒要看看这兽神有几斤几两，还有谁敢在我的面前称兽神？走，那就翻。我就知道这传言都是假的，什么大地境强者翻越兽神山脉之后下落不明，都是骗人的。难道真的是假的吗？居然编故事骗我！哼，真是太可恶了。恐怕骗人的另有其人。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有所怀疑。兽神山脉这么大，就算真的有人翻过去，谁会知道？我就不信，那在上面飞来飞去的人，还都会被抓下来不成？哎，行了，咱们这也算是到了兽神州了，先看看什么情况，顺便打听一下兽神的消息。陈长安很清楚，大黄想要来这里最主要的目的便是兽神，可他和大黄都放出过自己的感知，并没有感知到什么强大的妖兽。这里有个村子，过去打听一下周围的情况。陈长安正准备前往前面的小村子，却突然眉头一皱：这跑什么呀？看到我跑什么？他们怎么了？
为什么要跑啊？是不是咱们的样子吓到他们了？啊，又回来了！我去，这一整个村子的人都跑出来了吧？怎么还拿着武器啊？看来这兽神山脉还真的不是那么好翻的，恐怕是在我们的身上留下来了什么印记吧。这些人恐怕是觉得我们冒犯了兽神，要惩罚我们。太诡异了吧？难道他们有什么独特的能力不成？怎么办？都是一群普通的村民，一个修炼者都没有，更没有御兽师。动手吧。算了，一群普通村民何必跟他们一般计较？不过有些事情还是得先问清楚了，不然后面容易吃亏。你们居然敢冒犯兽神，简直该死！我们不会放过你们的！大家一起上，杀了冒犯兽神的恶徒！等一下，我并没有要冒犯兽神，其实我也是一名御兽师。不是说御兽师可以进入兽神山脉了吗？你们看，这就是我的妖兽。胡说八道！你根本就不是御兽师！怎么？难道训犬师就不能当御兽师了吗？你歧视我啊！你少胡言乱语！你们既然知道规矩，为何还要进入兽神山脉，冒犯兽神？不是，你怎么就确定我真的进入了兽神山脉？那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你，除了御兽师之外，其他人只要进入兽神山脉，或者是从兽神山脉的上空飞过，都会留下来一道印记，一个只有我们兽神州的居民才能够看到的印记。所以你们别想狡辩。一个兽神州的居民能够看到的印记，这也太扯淡了吧？是吗？我不信，一定是你们谋财害命，所以才故意诬陷我们。本以为这兽神州人杰地灵，大家都是善良淳朴之人，嗨，真是没有想到，居然是一群土匪强盗、无耻败类。看来我真的不该来，还以为来到这里就能够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顺利成为御兽师。是我太年轻了，太单纯了，太无知了。而大黄十分配合的在一旁悲哀的哀鸣了起来。你胡说！我们才不是想要谋财害命！对，我们不是那样的人，我们欢迎任何来到兽神州的人，但绝对不欢迎那些冒犯兽神的人。但老村长就不是那么好骗的了。陈长安他们这些人身上带有印记，必然是进入过兽神山脉。你觉得你们打得过我吗？看到老村长不为所动，陈长安直接换了一个套路。就算打不过，我们也绝对不能允许你们冒犯兽神。不是，这兽神给了你们什么好处啊？你们就这么信奉他？这兽神是不是给兽神州的人下药了？若是没有兽神，便没有我们兽神州。你说我们为什么信奉他？告诉你，任何人都不能冒犯兽神，我们会用自己的性命来守护兽神的。没有兽神就没有兽神州，这群人都是兽神养的，咋感觉有点怪怪的呢？老哥，来，咱们详谈。你看，我要是对你们有恶意，我只要随便动动手指，你们就都死了。你要聊什么？我对你们这里的一切都很好奇，尤其是这个印记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们兽神州的人都可以看到，但别人看不到？那你们会怎么对待有印记的人？杀了他们？还有，你说是因为有兽神才有了兽神州，这又是什么？你就是啥也不知道呗。对，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就从头给你讲起。可以，但能不能长话短说？你他妈到底听不听啊？要不然你直接弄死我吧！你咋这么多事儿呢？你看看，一把年纪，脾气还挺暴的。你说，你慢慢说。兽神州原本处于一个非常原始的状态，这里的人过着原始一般的生活。就在这个时候，兽神出现了，兽神带给了大家新的生活、新的知识，所有的一切。整个兽神州可以说是在兽神的带领之下发展成了如今的模样。在这里，新生的婴儿会进行测试，测试对方和妖兽之间的亲密度如何。当亲密度足够的话，就会将婴儿送入到兽神山脉。这时候便会有不同的妖兽过来挑选婴儿，并将这婴儿带到自己的家中，和自己的幼崽一起生活。等到婴儿长大之后，便会和最亲密的那只妖兽成为伙伴，成为御兽师。原来从婴儿的时候就要送入到神兽山脉，那送他们进去的人呢，必须是御兽师吗？如果不是御兽师，不就是冒犯了兽神？他们不会有印记？不会，因为兽神州一年只有一次送婴儿进入兽神山脉的机会，在这个期间，这些带着婴儿进山的人是不会被烙下印记的。至于这印记为什么只有我们看得到，那是因为我们是兽神最忠实的信徒，我们得到了兽神大人赐予的能力，只有我们才能看到。这个地方秘密还真不少。所谓兽神，不过就是妖兽吧。
对方为什么要对这里的人类如此友好？虽说妖兽和人类之间不能说是水火不相容，但也绝对没有好到穿一条裤子。那这印记有办法消除吗？消除？这还不简单，死了不就没了吗？村长的话让陈长安满头黑线。老子还不知道死了就没了，可老子死不了。这印记什么样的？金色的，你们几个除了他，额头上面都有。除了他，大黄没有印记。大黄，你看看我额头有东西吗？没有，我看不到。那你额头上面为什么有啊？啊，我有。这村长不是说了我没有印记吗？为什么陈长安说有啊？有什么呀？有一点点傻。哎呀，我都知道这王八蛋不着调，我怎么还打配合呢？多余借他这话茬。而此时大黄口吐人言，让四周的村民都看傻眼了。妖兽，这条狗居然真的是妖兽啊！好神奇啊！这兽神州那么多的御兽师，那么多的妖兽，还从来没见过大黄这样的狗类妖兽。你真的想要成为御兽师？对啊，你看，这带着条件来的。我和大黄从小相依为命，日子过得苦啊。为了不受人欺负，我们两个历经风霜，也是看尽了人间冷暖。是不是听说你们这里人好，还能成为御兽师吗？我想要永远跟大黄在一起，我觉得我必须成为御兽师，这样我就有能力保护大黄，有能力带他过上好日子。陈长安这胡说八道的能力，大黄是太清楚不过了。但顾仙儿和古凤瑶明显有点猝不及防。最可怕的是，这村民居然还有人听得默默擦眼泪，信了。居然还真的有人信了。就陈长安这穿着，怎么看出日子过得苦了？身边还带着两个大美女，这是穷苦人该有的配置吗？这村民也太单纯了吧。对，还有村长，村长一定是个有智慧的人，一定可以。想不到你也是个苦命人，这一路吃了不少苦吧？听到村长的话，陈长安表情悲伤的重重的点了点头。苦？那怎么能不苦呢？你说说你这孩子，既然是苦命人，为什么还要跑到兽神山脉去？你这让我们如何是好？如果我成为了御兽师，是不是就不算冒犯了？那我就是兽神疼爱的子民了，对不对？这样一来，我进入兽神山脉的事情不就顺理成章了吗？而且我真的是御兽师，我觉得一定是我这条狗不属于兽神山脉，所以哪怕我是御兽师，也留下来了印记。但我这不能算冒犯吧？毕竟我真的是御兽师。你们这里的规矩可曾说过，兽神州之外的御兽师不能进入兽神山脉？这说的有道理啊。陈长安这只能算是不懂规矩，无心之失。而且兽神州的规矩，御兽师可以自由出入兽神山脉，可没规定一定要兽神州的御兽师。应该是这条狗的问题，跟你这孩子无关。等会儿也不对，你是御兽师，那这两个女娃娃呢？她们也是，她们进入兽神山脉也不行啊。村长此言差矣，他们其实也是御兽师。他们也是，他们的伙伴妖兽呢？怎么没看到？不瞒您说，这一路我们走得艰辛啊。御兽师在外面不受待见，还被人嘲笑，甚至被人欺负。在进入兽神州之前，他们两个人的妖兽伙伴被人给……难道是被杀了？啊！太可恶了，简直太可恶了！他们好可怜呀，太可怜了。村长，他们都那么可怜了，还是别为难他们了吧。陈长安精湛的演技让所有村民都为之动容，默默流泪。看着陈长安几人，那叫一个心疼。大智慧，这是一个拥有大智慧的人呢。兵不血刃，便能够解决了眼前的难题，这是何等的智慧啊！这是什么神仙操作？不过这也说明了，在兽神州这个地方，大多数的人都很单纯质朴。孩子，还没吃饭吗？走到家里去，给你们弄点吃的。瞧瞧你们一个个饿得都瘦透相了。还有这俩妮子，你看看是不是太伤心了？怎么感觉有点呆呆的？别难过啊，到了兽神州还有机会成为御兽师的。只不过你们这年龄有点大了，不能够成为天选御兽师，但还有别的办法。这位大娘，真的还有别的办法吗？你看看他们两个，自从伙伴妖兽死了之后，茶不思饭不想的，人都快变傻了。大黄此时在一旁早就已经快要憋不住笑了，要不是陈长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估计这货会笑得很大声。
奇怪，你们的印记怎么不见了？他们原本额头上的印记居然消失不见了，这也太奇怪了吧？难道是兽神大人也被他们的经历所感动了吗？兽神大人果然是善良的，一定是你们的真诚感动了兽神大人，所以才取消了你们身上的印记，这样你们在这兽神州就不会被针对了。感谢兽神大人，感恩兽神大人。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陈长安三人都懵了。这玩意儿说没就没了，这兽神的手段未免过于通天了吧？大黄，你刚才察觉到了什么特别的气息吗？没有，连咱们两个都能瞒得过，这兽神不简单呢。我现在真的有点相信，这兽神恐怕迈入了10阶妖兽了。可是10阶妖兽很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可陈长安的灵魂那么强大，感知力虽然不如自己范围那么广，但是陈长安很敏锐，不可能连他都察觉不到啊。要么就是对方根本就没有施展任何手段，要么对方的手段过于逆天。不管是哪一个，印记消失，说明兽神已经注意到我们了。兽神可不会和这些村民一样好骗，那他为什么还要取消陈长安三人的印记呢？难不成兽神也单纯的一瞥？那个，我知道兽神慈悲为怀，是个天大的好人，可我想问的是，怎么才能够让他们成为御兽师？你们刚才不是说还有别的办法吗？有，当然有。这兽神州这么多御兽师，并非所有人都是天选御兽师，从小就在兽神山脉成长。我们这里可是有着不少的御兽学院，凡是进入学院的学子，学业有成，便可以额外获得进入兽神山脉寻找伙伴妖兽机会的。御兽学院，想不到在这兽神州之中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那你们知道兽神在什么地方吗？或者说，怎么样才能够见到兽神？若是有幸能够见到兽神，这将会是一件多么荣幸的一件事情。兽神大人怎么可能是说见就能见的呢？兽神大人恐怕已经有上万年没有现身过了。唉，我们这些人更没有机会见到了。要想知道更多的信息，恐怕需要前往更大的城市才行。或许直接前往兽神州最大的御兽学院。哇，好可爱的狗狗！哥哥，这是你的狗狗吗？我可以摸摸它吗？它叫大黄，不咬人，摸吧。谢谢哥哥。大黄，你好可爱啊！大黄此时一脸无奈地趴在地上，任由小女娃对自己进行爱的抚摸。狗嘛，不就是让人摸的吗？哥哥，你们是从外面来的吗？那你们是不是很快就走了？不确定，可能会留在这里一段时间。那你们住在什么地方啊？我可以去找大黄玩吗？大黄好可爱，我们这里都没有狗狗。没有狗狗，陈长安并不觉得习惯，毕竟这兽神城之中最多的是妖兽，而不是普通的动物。可没有狗狗，这小女娃是怎么认识狗的呢？我见过的狗狗都是野狗，可凶可凶的了呢。原来是见过野狗。琪琪，该回家了，不要打扰外来的客人。啊，爷爷，我知道了。我叫琪琪，你们也可以来找我玩啊，我家就住在……琪琪，不要和陌生人说那么多，回家。对不起，大哥哥，我爷爷不让我说，我先走了。嘿嘿。这个小琪琪还真的挺可爱的，从来没见过这么可爱的小女娃。确实很可爱。可爱个屁，毛都快给我薅下来了。我看你刚才眯眯眼，挺享受的呀。哼，我那是不跟他一个小屁孩一般见识。现在去哪儿？找个客栈先住下来吗？客栈？这兽神城的规模可是不小，而且不确定会在这里待多久。客栈的话，总归是有些不太方便。买房，直接在这里买个房。别忘了，咱们两个还要加入兽神学院，买个房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正好仙儿他们两个也可以在里面安心的修炼。公子，我们两个不去吗？你们两个就老老实实的修炼吧，学院那边的事情我和大黄过去就可以了。人太多也容易引起别人的关注。好吧。3天，还有3天时间，就是兽神学院对外考核了。你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能通过考核吗？想要接近兽神，甚至是知道兽神的下落，兽神学院恐怕是唯一的一个办法。所以不管怎么样，咱们都要加入到兽神学院。你说，如果我灭了兽神学院，兽神会不会现身？灭了兽神学院，大哥你千万别！他会不会现身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对方真的是10阶妖兽，他绝对不会告诉我如何突破的瓶颈。为了我，你忍一忍行不行啊？况且兽神学院是无辜的呀，你这动不动就灭了，太吓人了。不对，你骗我！我就说嘛，兽神学院没招你没惹你，你是故意耍我呢。以他对陈长安的了解，
无怨无仇的情况之下，他不可能做这么极端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没必要这么做。先等通过了测试再说吧。这兽神学院为了外人召开测试，每3个月一次。很快就轮到陈长安。姓名、年龄？陈长安，35岁。好，进去吧。这登记的人员只是简单的询问了姓名和年龄，就直接让人进去了。等一下，这条狗是你的，自带的预售？没错，不是允许这样吗？确实允许。第1轮测试你就不用参加了，直接去第2轮就可以了。啥？这么容易就不用参加了？陈长安直接进入到了第2轮，这让后面不少人都感觉十分的不爽啊！闭嘴，这是兽神学院的规矩，你们要是带着预售，你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第2轮。没有，那就都给我闭嘴！再吵闹，直接滚蛋！将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了？第1轮测试的是他们和妖兽之间的亲和度如何，也就是他们对待妖兽的态度。因为你有自己的预售，虽然是条狗，但也说明了你们之间的关系不错，所以可以直接越过第1轮。只不过，你确定自己以后的预售都是他？就他了，我们2个配合比较默契，而且他的实力可不弱。决定了就好，你过关了。啥？过关了？我去，这就是第2轮的测试？这兽神学院的测试是闹着玩的吧？预售师不仅仅要和预售之间亲密无间，不离不弃同样很重要。如果刚才你因为太弱就选择放弃他，那你就不配成为预售师，也无法通过测试。原来如此，所以其他人第1轮测试的是亲密度，也是选择一个属于自己的妖兽幼崽。第2轮如果他们选择放弃刚选择的妖兽幼崽，就会被淘汰，是吗？没错，就是如此。成为了预售师，他们选择的幼兽确实不合适，但他们不能够主动放弃幼兽，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你可以进入第3轮测试了。第3轮测试成功，你就可以顺利加入到兽神学院。第3轮测试是什么？哟，这一次这么快就有人来到第3轮了，自己带来了预售，还是一条狗，有趣有趣。为什么要成为预售师？帅，这是什么回答？就是为了帅。那你成为预售师之后想要做什么？耍帅。你这理由会不会太他妈朴实无华了？还有没有点别的？见兽神算不算？见兽神？行，你小子想法不错，我他妈还想见呢。行了，你过关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兽神学院初级学员了。兽神学院，兽神州最大最权威的一座御兽师学院，招收学员的方式这么随意，那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无法通过测试加入？难不成第1轮和第2轮就被淘汰了？其他人要么过不去第1关，要么过不去第2关，很少有人能够来到这第3关。但大多数来到第3关的人，这些人功利心太强了，想要成为御兽师的目的也并不是很单纯。这样的人，兽神学院不会收。但你不同，你……御兽师看了陈长安一眼。陈长安想要成为御兽师的想法太他妈单纯了，帅，耍帅。不过说的还他娘的真有道理啊！御兽师确实很帅，御兽师都帅。我怎么了？没什么，你很有眼光，御兽师确实很帅。那我是不是可以见兽神？呸！谁不想见？那是随随便便就能见的吗？啊，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见的，那不随便是不是就可以见了？所以还是有办法见到兽神的，对吧？陈长安一边说，一边拿出来了一些零食递了过去。你觉得我是那种为了这些零食就可以出卖兽神大人的人吗？你瞧瞧，这话怎么说的？这是背叛出卖吗？不过是打听一下而已。这么说的话倒也是有些道理，就是打听一下。对，就是打听一下。我对兽神大人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万分敬仰啊。其实啊，想要见到兽神很难，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如果你成为了这兽神学院的院长，那你就可以参与到御兽联盟盟主的争夺。听说诞生了新一任的盟主之后，会有一次面见兽神的机会。而且啊，其实兽神学院的院长就代表着御兽师的最强战力和最高地位了，基本上和盟主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只要你成为咱们兽神学院的院长，那么你就有很大的机会见到兽神。院长的实力很强吗？那是当然，院长就是如今御兽联盟的盟主，他的御兽那可是9阶巅峰妖兽，你说强不强？9阶巅峰妖兽，那果然实力强悍。毕竟这9阶巅峰妖兽基本上就已经站在了妖兽的巅峰了。大黄同样也是9阶巅峰，只不过大黄和寻常的妖兽不一样，身负神兽血统，实力会相对更强。所以我挑战成功，战胜了院长，
我就是新一任的院长了。你这小子野心还挺大，院长是你随随便便就可以挑战的吗？而且不是你实力强就可以挑战，那岂不是说随便来了一个超级强者，这院长都要换人了？必须是强大的御兽师才行。你不仅仅要打败院长，你的御兽也要胜过院长的御兽。行了，跟你说那么多也没用，你想要挑战院长还早着呢。早着呢，并不是谁都能够自己挑战院长，需要什么资格他并没有说。今天什么情况？这么久了还没有人过来？难道前面的人都淘汰了？小子，你可能是这次唯一一个成功加入的学员，恭喜你了。走吧，会有人带你去熟悉环境的。是你？你加入了兽神学院？啊，刚刚加入。好，那你就跟我走吧。老者带着陈长安熟悉了一下环境。这兽神学院初级学员之中，外来人也不多呀，有10个吗？应该有吧，记不得了。偶尔会有一个加入进来的外人。外人能当院长吗？院长？这小子好大的口气啊！刚加入兽神学院就想要挑战院长，没那么容易。你能服众吗？服众什么意思啊？如何服众啊？你还真想当院长啊？你这么年轻，着什么急呀？你又不像我，说不定哪天人就没了。况且你就带着一条狗，还想要挑战院长？当院长不仅仅要实力强，而且也要让众人幸福才可以。你凭什么当院长？你有什么贡献？你为了兽神州，为兽神学院做过什么？你打住，就是说没有贡献，就算挑战成功了也不行呗。不错，那什么情况下兽神会现身呢？你还想见兽神？你不想？这兽神州的人谁会不想见到兽神呢？你哪来这么多话呀？自己找个地方随便住吧，这里人不多，我走了。大黄，你说怎么才能够服众呢？大贡献，这有点难搞啊。这一次可都是为了你才来的，你出出主意。大贡献？是能有什么大贡献啊？要我说啊，你可以这么干，你认识的人也不少，你让这些人联手围攻兽神州，然后你神兵天降，解救兽神州于危难之中，到时候那你的名望不得和兽神有的一拼呢？大黄，你说的可真他妈有道理。那怎么着？你去联系人，我等着。不是，你还真想那么干啊？这戏可不好演，得死他妈多少人呢？你他妈也知道会死人啊，能不能出点有用的主意？那我就没办法了。你祈祷有哪个冤大头对兽神州有小心思吧，这样一来你就有机会了。冤大头？这他妈得多好的运气才能够遇见。大哥哥，大黄，你们来兽神学院了。大黄，我又见到你了。你也跟着你爷爷住在这里？对呀，我从小就住在这里，我还打算求爷爷帮我找一下你们的下落，没想到你们来到兽神学院了。对了，那2位姐姐怎么没有来啊？他们有别的事情，并没有加入兽神学院。啊，原来是这样啊，真好。那我以后可不可以天天都来找大黄玩啊？如果没事的话，你可以过来。谢谢哥哥。哥哥，你们怎么这个时候加入到兽神学院啊？这个时候怎么了？最近兽神学院不太平，你刚加入进来，恐怕学院现在不会马上教你御兽师的本领。不太平。听到这3个字，陈长安眼睛都冒着光啊！这可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你不太平，那我可太开心了。兽神学院有什么大事发生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继续招收学员？这是规矩，规矩总不能改吧？况且这一次招收的只是外人，本来就没有几个能够加入的，就是走个过程。大哥哥，你是这一批唯一一个加入到学院的外人，你真厉害。难怪我来了这么久，还是没有人被领过来。那你说的不太平是什么意思啊？爷爷不让我乱说。没事，我不会跟别人说，你悄悄的告诉我就好了。那大哥哥，你可一定要帮我保密哦。放心，我嘴最严了。其实，听到小琪琪的叙述，陈长安也明白了，兽神学院一家独大，但兽神学院这些年来还是有些事情被人所诟病的，其中之一便是允许外人加入兽神学院。要知道，很多兽神州的人都没有办法加入，但他们却允许外人加入。虽然加入的人数不多，但也是让很多人心生不满啊。如今兽神州8大御兽学院想要挑战兽神学院领袖的位置，不是说这兽神学院乃是兽神亲自下令成立的第一个御兽学院吗？御兽师都十分的崇拜敬仰兽神，他们真的敢对兽神学院动手？
兽神已经许久不曾露面了，如今的这些人真正见过兽神的恐怕没有几人，而且他们打的名义便是替兽神清理门户。他们认为兽神学院作为御兽师的圣地，不应该让那么多的外人加入。八大御兽学院的这一次的行动，与其说是讨伐兽神学院，不如说是夺权。小七七，你还知道什么吗？八大御兽学院什么时候动手？他们以什么形式来讨伐兽神学院？应该还有7天吧。我听爷爷说，八大御兽学院的人为了让兽神州的其他人幸福，并没有选择太过极端的办法，而是挑战。八大御兽学院组成的联盟将会取代兽神学院，兽神学院需要无条件的臣服，院长要自动退位，并且交出自己的9阶巅峰御兽。挑战，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平和的方法，起码不会搞得过于血腥。但兽神学院的院长可是拥有9阶巅峰的御兽，打八大御兽学院的人就这么有信心？小七七，你知道院长的修为如何吗？就是没有御兽的话，他的实力是什么境界？境界？我也不说很明白，我没有去过外面，不过我曾经好像听说过，有人说院长的实力是大地境界。大地？这院长的修为居然突破到大地了，难怪御兽都是9阶巅峰。毕竟这9阶巅峰妖兽战力便是大地境界，寻常人可是无法驯服的。其他八大御兽学院的院长也是这样的实力吗？那我就不清楚啦，但他们的御兽没有院长的厉害。小七七并没有在陈长安这里待得太久，玩够了大黄之后，他便蹦蹦跳跳的离开了。我操，这丫头可算是走了，这给我薅的，年纪不大，手劲还真不小。不过他说的这些事情还真的有点用处啊。陈长安，你他妈运气可真好，这不就是绝好的时机吗？真有冤大头主动送上门来呀！不是我运气好，是他妈你乌鸦嘴！呸！我他妈没来之前就出这档子事儿了，跟我有个屁的关系啊！你少给我扣帽子！一直都说兽神州十分的团结，对兽神的崇拜程度极高，从来没有人敢亵渎兽神。可八大御兽学院的行为就是对兽神的一种挑衅呢。这一次咱们可得苟一会儿了，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出手。明白？如果你出手早了，其他人不会有太多的感觉，只会感谢，但不会觉得你是救世主。现在唯一拿不准的便是八大御兽学院有能力将兽神学院逼入绝境之中吗？接下来的3天，陈长安每天无所事事，大黄倒是很忙，天天都要接受小七七爱的抚摸，也算是乐在其中。小七七，这几天又有什么新的消息吗？有啊，八大御兽学院的人都已经奔着兽神城来了，估计还有2-3天就到了吧。大哥哥，八大御兽学院就要在兽神学院之中挑战，到时候恐怕会很危险的。你才刚刚加入学院不久，不如离开吧。这怎么可以呢？既然加入到了学院，那就是学院的一份子。若是有难了就走，那还算是个男人吗？你大哥哥不是那样胆小如鼠的人。可是大哥哥，你不是御兽师，就算在也没用啊。不是御兽师？我怎么就不算是御兽师了？我还真是。不信你看，大黄立正。陈长安喊完之后，大黄十分配合地站了起来，那站的叫一个身姿挺拔，一动不动啊。哇，好厉害！大黄，来表演个绝活，来吃屎！你他妈够了！你才吃屎！你他妈天天吃10斤屎！听到大黄说话，小琪琪在一旁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哎，狗狗说话了！这条狗居然说话了！哇，大黄，你也太厉害了！你还会说话？你是一条会说话的狗，狗也可以成为妖兽的吗？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真的是御兽师。小琪琪，我厉不厉害？我还是觉得大黄吃屎更厉害一点。八大御兽学院的人出现之后，陈长安和大黄就仔细地观察了一番。这些人的实力不能说是很弱，但和兽神学院比起来，似乎还是逊色了一些。他们哪来的底气和勇气，居然还想要挑战兽神学院？先不说院长是大地境界，就是他身边的那9州巅峰妖兽，也足够让他们喝一壶了。这情况不太妙啊！这些人恐怕根本就无法动摇兽神学院的地位，你恐怕是没有什么机会力挽狂澜了。不是，就这些人还值得你思考那么久吗？你到底在想什么呀？事情不对劲，大黄，我感觉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醉翁之意不在酒，那在哪里？酒吗？大黄，我现在需要你去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啊？以你的感知力，想要将这整个兽神州快速的感知一遍，应该需要不了多久吧？整个兽神州都感知一遍，这倒不需要多久，最多也就1天左右的时间，恐怕就已经足够了。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哎，你不会是怀疑这八大御兽学院背后有人指使，他们和外人里应外合，真正的目的不是兽神学院，而是兽神？我现在就去，尽快赶回来。好。大哥哥，你怎么过来了？小琪琪，我找你爷爷，他在吧？爷爷在的。
我想问问，兽神学院除了培养御兽师之外，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责任？据我所知，兽神州的天选御兽师都隶属于兽神学院，对吗？这小子问这些做什么呀？我在兽神学院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你问我这么多，我哪里知道呀？况且就算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打听这些事情做什么？行了，别装了，你普通，那还有不普通的人了吗？你不就是兽神学院的院长吗？我是院长？你在开什么玩笑呀？你觉得我像吗？确实不像，但你就是，不用骗我了。我刚来到兽神城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发现你的修为了。兽神城的大地就在兽神学院，你不是院长，谁是院长？小琪琪，你是不是又乱说话了？我没有，我真的什么都没有说。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我聪明，仅此而已。所以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兽神学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责任？你要知道这些做什么？你加入兽神学院到底有什么目的？能够看穿我的修为，你也绝对不简单。可你这几天又什么都没有做，你到底想干什么？来到这里真的是为了见兽神吗？我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有事情想要当面问问兽神，仅此而已。这不可能，兽神是不会见你的。就算是我，兽神也已经很多年没有召见了。什么意思？兽神连院长都不见了，那我成为院长也没用啊。你们兽神学院不是有过好几任院长吗？如今这些人都在什么地方？我在兽神学院并没有观察到其他的强者。兽神学院成立以来，一共也只是出现过3任院长而已，前2位确实不在这里。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怀疑8大御兽学院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拖住兽神学院，他们是兽人指使，背后应该另有阴谋，或许是针对兽神的阴谋。8大御兽学院难道已经背叛了兽神？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就算是这8位院长背叛了，那手下的那些御兽师，他们怎么可能也会背叛？绝无此种可能，他们不敢，也不会背叛。你老顽固，若不信那就等等，我说的是真是假，很快就会有答案了。你猜对了。不过半日时间，大黄便回到了兽神学院，而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便让院长整个人都是一愣啊。猜对了？什么意思？难道说8大御兽学院真的背叛了兽神？他们怎么敢呢？怎么会呀？都发现了什么？我发现有很多外来的人分批偷偷进入到了兽神山脉，而且人数不少，实力也不弱。至尊境大概500人，不死境过100人，大地境界都有10几个，恐怕真的是奔着兽神去的。这么多人，传言兽神是10阶妖兽，看起来对方似乎也真的很担心这个传闻是真的，担心来的人太少，根本就不可能是兽神的对手。你确定真的这么多强者闯入到了兽神山脉？不错，只会多不会少。你确定兽神真的在兽神山脉吗？为什么我根本就察觉不到兽神的气息？按理说这么强大的实力，不可能一点也感知不到才对啊，除非他不在，或者说他的实力已经强大到连我都感知不到了。院长并没有回答大黄的话，而是表情凝重地思考了起来。简直可恶！8大御兽学院的人居然敢联合外人背叛兽神。陈长安，很感谢你带来的这个消息，现在我有事要处理，等处理了这些人的事情之后，我再找你。小琪琪。是，爷爷。在陈长安和大黄的注视之下，小琪琪展现了自己的本体。9阶巅峰妖兽吞天兔，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为什么可以化形啊？而且身上一点妖兽的气息都没有，这……大哥哥，大黄，我要和爷爷一起去对付坏人了。哎，等会儿，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可以化形？你怎么做到的？兽神大人的恩赐。兽神大人的恩赐？见兽神必须见兽神，一切为了化形，一切为了青楼。啊，不对，老子是为了突破时间，绝对不是青楼。对，我与青楼势不两立。兽神学院所有御兽师听令，8大御兽学院联合外人入侵兽神山脉，背叛兽神，击杀8大御兽学院，守卫兽神山脉，守卫兽神。院长的话传遍了整个兽神学院，传遍了整座兽神城。顷刻之间，整个兽神城的人都愤怒了起来。然而此时8大御兽学院的人也慌了，8位院长怎么也没有想到，兽神学院的院长居然这么快就得到了消息。院长，这是不是真的呀？你们不是说来到这里挑战兽神学院是为了守护兽神吗？是为了兽神州吗？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呀？8大学院的御兽师此时也开始兴师问罪。都给我闭嘴！没有我们的培养，你们会成为御兽师吗？兽神都已经消失多少年了，你们谁有见过兽神？你们不为自己考虑，难道也不为了后代考虑吗？你们就是为自己的背信弃义找借口。我们绝对不会成为你们的帮凶。
大家一起上，将8位院长抓住，交给兽神学院院长处理。不用你们，我亲自出手。看到兽神学院院长出现，8大院长此时也是紧张不已啊！妈的，明明说好了，只是负责拖住兽神学院，为什么还没开始就暴露了？这可怎么办？投降、认错，还是逃走？小琪琪，是爷爷。只见小琪琪身影一闪，下一刻已经回到了院长的身边，而8大御兽学院的院长此时已经全部丧命。就凭你们也想挑战兽神学院？我低调，不代表我没实力。盟主恕罪，我们真的不知道8位院长居然勾结了外人。盟主恕罪，能不能等我们战胜外敌之后再行处罚？传我的命令，兽神州之内所有御兽师进入兽神山脉，守卫兽神。是。你的办法有点不太聪明，带着这么多人进入兽神山脉又如何？阻止得了那么多的强者吗？不过是送死罢了。你目前真正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些人的具体位置，尽快拦截住他们。否则的话，他们在兽神山脉之中，可不知道又斩杀了多少妖兽。真的要将所有见到的妖兽都杀了吗？不错，全部斩杀。我就不信，杀了这么多妖兽，这兽神还会不出现？我并不是很明白主上这一次的计划。就凭着兽神州的御兽师，哪里是我们的对手？为什么还要让8大御兽学院的人去拖着兽神学院？直接干掉不是更好？主上既然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听吩咐就好了，哪来这么多废话呀？继续斩杀妖兽，杀绝了这些妖兽，我就不信兽神不出现。你们该死！兽神学院院长，该死！那群人怎么会那么废物？居然没有拖住兽神学院！怕个屁呀！他就一个人，最多带着一头9阶巅峰妖兽罢了，咱们还怕他不成？你懂个屁呀！在这兽神山脉之中，只有御兽师的实力不会受到影响。难道你一直都没有发现，进入兽神山脉，你的实力受到了压制吗？主上说过，兽神十分强大，在兽神山脉之中设下了一道强大的禁制，除了御兽师，其他人进入到兽神山脉都会受到禁制的压制。怕个屁呀！主上说过，兽神这么多年不出现，必然是出了问题，实力已经大不如前。而且主上已经观察了兽神山脉的禁制很久了，禁制一直在减弱，说明兽神的实力也在减弱。只是一个兽神学院的院长，成不了什么气候。大家一起上，就算我们受到了压制，但他也撑不了多久。如果我撑不住，那兽神州岂不是真的要亡了吗？小琪琪，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爷爷，你放心，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哼，众所周知，吞天兔的优势就是速度，变得这么大，岂不是扔掉了自己的优势？凭吞天兔的攻击，怎么可能？突然，吞天兔猛地吸了一口气，那强大的吸力让至尊境和不死境修为的人根本就招架不住。妈的，他是想要把咱们的人都吞了！阻止他，快！老院长此时也是率先动手，向着10人攻了过去。你还不动手？我在好奇一件事情，大哥，你再不动手，他们2个就完了。兽神为什么不出现？这我哪里知道啊？大黄，或许你到了该现出原形的时候了。现原形？哎，我终于可以做自己了吗？去吧，相信自己。大黄，你就是这兽神山脉最亮的仔，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兽神，懂我的意思吗？兽神？大黄先是一愣，随后便明白了陈长安的意图。嘿嘿，好，我是兽神，我他妈当然是兽神，老子就是神！大黄兴奋的大叫一声，随后身影一闪，冲天而起，一股强大的气息从体内迸发而出，不断的蔓延。一声巨吼，传遍了整个兽神山脉，也传遍了整个兽神州。这恐怖的气息，莫非是兽神大人现身了吗？我的御兽居然跪下来了，必然是兽神现身，一定是兽神大人现身了。尤其是这些妖兽的表现，更加确认了他们心中的猜测。老院长和小琪琪此时也是一脸震惊，这是麒麟神兽，竟然是神兽麒麟！血脉的天然压制，让兽神山脉所有妖兽都匍匐在地，向着大黄所在的方向膜拜。就连小琪琪此时也恢复了原本的体型，不受控制的匍匐在地，瑟瑟发抖地看着大黄。小琪琪怎么也没有想到，大黄的本体居然会是麒麟。原来神兽山脉的兽神竟然是麒麟！神兽麒麟，浑身是宝啊！妈的，还他妈打上我的主意了！尔等小小之徒，居然敢来到这兽神山脉为非作歹，本兽神决定赐尔等一死！大黄那恐怖的气势，着实让众人浑身颤抖了。陈长安很清楚，认真起来的大黄实力可是十分的强悍。
慕云瑶曾经说过，大黄全力出手，大地巅峰都得避邪锋芒。刚才你说的浑身是对吧？随后直接是一斧子拍了过去，砰的一巴掌，一位大地强者直接在众目睽睽之下变成了一团血雾，灵魂更是直接被大黄吞进了肚子之中了。灵魂没卵了，可以吃。陈长安当初的一句话，在大黄的心里面留下来了十分深刻的阴影。现在轮到你们了，跑呀！跑，你们跑不了！灵魂牢笼。陈长安意念一动，灵魂牢笼瞬间将在场众人完全笼罩。怎么会这样？这小子的灵魂到底有多强啊？灵魂禁锢或许不难，可是一次性将这么多人全部禁锢，这就有点离谱了吧？老院长和小琪琪此时看向陈长安，眼神之中也是充满了震惊。大黄，你是兽神，交给你了。陈长安说完之后，向着老院长和小琪琪看了过去。我就说我得来吧，怎么样，帅不帅？你，还有他，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我们是什么人重要吗？重要的是，这些人今天会死。兽神山脉的危机也解除了，不是吗？危机确实解除了，但这些人的实力如此强悍，如今已经盯上了兽神山脉，恐怕……我可以帮你彻底解决掉危机，但是我也有条件。什么条件？兽神必须见我。你有神兽麒麟，为何还要见兽神呢？因为有些事情需要问一下。就在两人交谈的时候，大黄来到了陈长安的旁边。领头的给你留下来了。好，那你还不快变回去？等啥呢？不是，我好不容易，我他妈就知道，你小子就他妈喜欢卸磨杀驴。大黄不悦地看了陈长安一眼，随后再次变回了大黄狗。但是小琪琪这一次可不敢再去撸了。算了，懒得跟他废话，直接搜魂吧。别，我说别搜魂，我说，就算死也让我死个痛快啊！说吧，你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谁让你们来的？我说，我们是万兽盟的人，我们这一次过来就是为了抓住兽神。万兽盟，这是什么势力？万兽盟盟主曾经是兽神州的人，是兽神州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背叛了兽神的人。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居然还觊觎兽神。既然你知道，那就不用问太多了。行了，你可以去死了。看到陈长安如此轻易地灭杀了大地强者，老院长发现自己竟然没有震惊的反应，似乎觉得这一切都十分的正常。咱们谈谈吧，兽神。啊，兽神？陈长安的一句话让大黄一愣。兽神在哪儿呢？你不会说小琪琪是兽神吧？他虽然很厉害，但应该不是兽神。那就剩下老院长。兽神是个人，这他妈太离谱了吧？难道说从始至终兽神的传说就是假的？时间妖兽也是假的？那他妈我来这趟岂不是白跑了？陈长安，这个玩笑不好笑。你确定他就是兽神？你怎么确定的？我也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说我是兽神？唉，事到如今，兽神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答案还不明显吗？兽神压根儿就不在这兽神山脉。这个我知道啊，但是这跟老院长是兽神有什么关系啊？如果兽神不存在，那小琪琪是怎么化形的？他不是说了是兽神的恩赐吗？跟着我这么久，这智商怎么就没有提高一点呢？你也说了，小琪琪可以化形是兽神的恩赐，那兽神化形很奇怪吗？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老院长是人类？不是人类，这就更不可能了。老院长的修为是大地境界，这是人类的境界。妖兽是不可能修炼人类的功法的，更不会有境界这一说。妖兽只有品阶，没有境界。不是我有点反应不过来，你能不能说得明白一点？那我就明白一点告诉你，小琪琪是9阶巅峰妖兽，没错吧？就算是御兽和御兽师之间的关系很和睦，但是平等的。可小琪琪呢？他对老院长是什么态度？这本身就是一个疑点。还有，兽神很久没有出现了，为什么？第一，他不想出现；第二，他出现不了。结合神兽州和兽神山脉的种种情况来看，我觉得第二点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因为兽神已经摆脱了妖兽的身份，变成了人。但这么做是有弊端的，也就是兽神的实力随着时间在一点点的减退，整个兽神州除了老院长，还有谁会有嫌疑？兽神学院的成立，3任院长，但前2任院长如今在什么地方？还是说从始至终3任院长都是一个人？兽神州都在传，御兽联盟盟主才有资格见到兽神，那是因为盟主就是兽神，兽神不能不在，但也不能出现，所以必须传出来一个有人可以见到兽神的这个消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老院长是最有嫌疑的人。当然，
让我心中确定这个猜想的真正原因是兽神山脉。兽神山脉？所以呢，你发现了什么？兽神山脉的禁制对我没有影响，对你同样没有影响。对，还有大黄。这是什么发现呢？你们都没有影响，我没有影响就是问题。大黄是神兽，这是天然的优势，而我是因为体质的问题。那你呢？你为何不受影响？因为这个禁制本身就是你布置的。我说的对吗？你真的很聪明，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我。虽然有人怀疑过兽神不存在，但没有人怀疑过兽神变成了人类。每当质疑的声音变得大了，就会出现一位新的院长，接受兽神的祝福。所以，我才以3种身份分别担任了3次院长。我操，你还真是兽神呐！那你这到底什么情况？你怎么彻底的变成人类了？哦，还有小琪琪是怎么化形的？哎，好吧，事已至此，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你们先等一下，我先让那些赶往兽神山脉的御兽师离开，然后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我会将你们想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们。这地方有点意思，你以前一直都住在这里吗？来到了兽神山脉的最深处，陈长安也发现了此处的不凡，这里竟然存在着一道天然形成的结界，就和当初的天池差不多。这道结界对妖兽无用，但是人类却无法进入，仿佛这结界就是为了兽神山脉的妖兽准备的一样。不过你为什么可以直接进来？你也不是人。你才不是人。哦对，你本来就不是。化形草？哎，那个就是化形草了，对不对？没错，那确实是化形草，但你不能用。不能用？为啥不能用啊？这老能歧视我呀！不是，你咋那么小气啊？这化形草不是还有不少吗？给我一株怎么了？你是神兽麒麟，不需要服用这些东西。况且化形之后并没有什么好处，小琪琪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没有什么好处？那怎么可能没有什么好处呢？化了形，老子去青楼，再也不用求着别人了。任何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小琪琪服用了化形草之后，可以幻化成人类，并且身上不会存在妖兽的气息，但代价就是小琪琪永远也不可能突破到10阶妖兽。我并没有说谎，换一种说法，人类自行突破境界和服用丹药突破境界，效果也是不同的。丹药服用的多了，这个人的潜力几乎也就耗尽了。听到这话，陈长安倒是比较认同，就好比他给陈家留下来的那2枚化神丹，服用之后确实可以让人直接突破到化神境，但代价就是这一辈子都无法再进行突破了。不就是化形吗？还会消耗潜力？这不对吧？按理说妖兽到了一定级别都可以化形的，只不过不知道为何并不能够轻松的幻化成人类，就算是强行幻化也只能够形似，其他特征还是妖兽。但是妖兽是拥有这个能力的，化形草应该只是帮助妖兽能够拥有幻化人形的能力，怎么会消耗潜力啊？我也不清楚，起初我也认为是这样，所以才让小琪琪服用了化形草。但小琪琪说过，化形草服用了之后，他感觉自己无法再进行突破了，似乎那一道大门被紧紧地锁上了。难道我真的没有办法化形了吗？你是神兽，突破到10阶应该就可以拥有这样的能力，你急什么呀？他呀，这不是着急上没什么。哎，要不还是说说你怎么突破到10阶，并且变成现在这样子吧？你一个10阶妖兽想要变成人类，还对人类这么友好，这里边是不是有故事啊？其实这件事情还得从5万年前说起。5万年前？我操，这还真是个久远的故事。这老文活着的时间居然比穆云瑶都要久。你已经活了5万年了？不止5万年，但故事是从5万年前开始的。这是不是说起来会很长时间？或许吧。行，你等一下。陈长安连忙从纳戒之中搬出来了躺椅，还有一些水果，招呼着大黄，一人一狗悠哉悠哉地躺在摇椅上。行了，现在可以开始了，你慢慢说，我们慢慢听。老院长当年和其他妖兽争斗的过程之中受了很严重的伤，他本来以为自己快要死了，没想到居然被一个原住民给救了。对方不仅仅救了他，还将他带到了如今这个只有妖兽才能够进得来的地方。但正是因为这个恩人，老院长不仅仅得救了，实力也是在这里突飞猛进。老院长想要报恩，但却发现当初的恩人已经死了，这让老院长十分的痛苦，更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这里原住民的生活，也要阻止妖兽之间继续争斗。直到老院长终于成功突破到10阶妖兽的那一刻，这一次才发生了转变。怎么突破了？就练着练着就突破了？
其实这个突破也十分的意外。看到这个湖泊了吗？大概在4万多年前，不知道什么原因，从水中出现了一个类似于水晶物体的东西，飞到了我的面前。我也是壮着胆子吃了下去，然后我就突破到10阶了。突破10阶之后，我同样面临着选择：第一，飞升上界；第二，强行留在下界，但会恢复到9阶巅峰妖兽的实力，且没有办法再突破10阶；第三，彻底幻化成人，摆脱妖兽的身份。很显然，老院长最终选择了第3条。原来突破10阶之后就要飞升上界了吗？那我还是先不着急了吧。我飞升上界谁都不认识，那多无聊啊。那个万兽盟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对兽神山脉、对兽神有着这么大的敌意？因为，万兽盟的盟主叫牧野，他曾经是一位天选御兽师，而且也是第一位是兽神最忠实的信徒，算起来也算是我的第一位弟子吧。他很有天赋，不管是御兽还是修炼，都远超其他人，甚至有赶超我的架势。他一直以来的心愿就是见到兽神。原本他是最有希望成为第2任兽神学院院长的人，但我并没有那么做，而是选择了再次化形接任院长。这个决定让牧野十分的不满意，因为他觉得我剥夺了他见到兽神的资格。最后他一气之下离开了兽神州。我曾经让人打听过他的下落，知道他在外面成立了一个万兽盟，直到大概8000多年前，他又一次回到了兽神州，找到了如今的我。他说自己偶然间获得了一颗神奇的珠子，想要奉献给兽神。我知道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见兽神，可兽神根本就不存在，我怎么让他见呢？牧野也开始怀疑兽神只是一个虚假的骗局，一气之下再次离开，并且扬言有朝一日一定要再次回来，到时候他会途径兽神山脉，看看兽神会不会出现。没想到他居然真的这么做了。然而此时的陈长安和大黄四目相对，真正在意的只有2个字：珠子。他妈的，这运气也太好了吧？难道其中一颗珠子如今就在万兽盟盟主牧野的手中？我有一件事情很好奇，就算是中天域之中的一些超级势力，比如3大家族，大地强者都是有限的，为何万兽盟一次性就可以出动这么多大地强者？那万兽盟的实力如此强悍，那牧野的实力如何？关于这一点我并不清楚，我只知道他成立了万兽盟，其他的一概不知。但确实有些可疑啊。虽说牧野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大地巅峰，可是你说这事儿怎么感觉会不会和龙无期有关系啊？大黄看着陈长安问着。龙无期？这种手下大地强者众多的情况，确实和龙无期很像啊。龙无期的手真的伸得这么长？虽然说龙无期是大地巅峰，可牧野同样是大地巅峰，龙无期敢在他这搞手段？龙无期这个名字我好像听到过。啊？听到过？你认识龙无期？不认识，但我知道这个人。那应该是第一次天地人3榜出现之后，我记得牧野当年想要出去闯荡一番，我并没有阻拦，毕竟那个时候的兽神州很平静，也没有什么外人来，牧野想要出去也没什么。可没想到牧野这一走就是几百年才回到兽神州。牧野回来之后跟我说，他在外面跟着一位超级妖孽，加入了对方组建的势力，好像是叫风仙圣地。龙无期也是这风仙圣地的人，只不过后来风仙圣地的圣主突然飞升上界，风仙圣地就4分5裂，他也就回来了。我记得牧野当年还特意说过龙无期这个人，此人长相丑陋还有为人颇有心机，实力虽然不错，但在风仙圣地并不是很受人待见。牧野成立这万兽盟有多久了？差不多2万年了吧。起初牧野还是想要留在兽神州的，不过后面的事情发展就变得有些不受控制了。这2万多年来，牧野就回来过一次，便是带着珠子回来的那一次。风仙圣地，牧野，龙无期。风仙圣地的圣主叫什么？你知道吗？这不清楚，牧野并没有提起过。你问风仙圣地干什么呀？都已经4分5裂那么多年了，难不成你还怀疑背后主谋是那个早就飞升的圣主不成？不知道，就是好奇问问。总觉得事情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过有些事情去一趟万兽盟或许会有些眉目。你们真的打算去万兽盟？怎么还有点舍不得啊？舍不得吗？告诉他真相吧，不要让他留下来什么遗憾。如果你们有这个能力的话。好，
我会告诉他真相的。大黄，我们……你看什么呢？陈长安发现大黄一直盯着这里的湖泊看来看去，不由得眉头一皱。难道说那个能够让老院长突破10阶的神奇水晶出现了？我在想为什么不出现？我可是神兽麒麟呐！我到了这湖泊一点面子都不给，那为什么不给我吐出一块水晶来呢？我现在不吃，但是我可以留着以后吃啊！能不能别这么没出息？靠自己你也可以。靠自己？大黄同样没好气的白了陈长安一眼，他都靠自己多少年了？老院长，在寿山城的那2位，就麻烦你先帮着照看一下，等我从万寿盟回来之后，再接他们一起离开。放心吧，有我在，他们不会有任何危险的。这万寿盟低调的有点过头了吧？可当陈长安和大黄来到云翔州之后，完全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万寿盟的消息，甚至很多云翔州的人压根就没有听过万寿盟。是不是这地方比较偏僻，所以不知道？好像不太对。就算是偏僻，也不至于一个知道的人都没有。这家伙那么老了，记性可能不咋好，可能不在云翔州吧？应该不会。虽说他如今的实力在一点点的减弱，但还不至于这么没记性。万寿盟一定就在云翔州，但无人知晓也确实有些诡异。这已经不能说是低调了，这简直就是鬼鬼祟祟，见不得人一样。啊，他怎么在这儿？怎么是他呀？陈长安身影一闪，直接追上了对方，有些疑惑。黄多余，你怎么在这儿？抱歉，你认错人了。认错个屁！你他妈看看我是谁啊？你真的是陈长安？怎么是你？什么情况？几千年没出现，突然就冒出来了。说话不方便，那换个地方。陈长安看了一眼四周的环境，很僻静，但还是随手布置了一道结界，隔绝了身边。什么情况？你怎么在这儿？现在可以放心说话，这里已经不是云翔州了，我也布置了结界。已经不在云翔州了？这么快？你现在这么变态了？哎，不对，你一直很变态。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跑到这边来了？还隐姓埋名，不肯承认自己叫黄多余。哎，别提了，你是不知道我这些年的日子过的那叫一个操蛋。不是，咱们得多久没见了？得有4、5千年了吧？差不多吧。你不是逍遥宗的少宗主吗？怎么跑到这破地方来了？犯错了，逍遥宗不要你了。放屁！我可是逍遥宗的天才，天才懂不懂？我来这儿是有任务。有任务？我去，瞌睡就来枕头了？这小子不会是潜伏加入了万寿盟吧？万寿盟卧底？我操！你怎么知道？还真是。哎，不是，你们逍遥宗和这里相隔甚远，8竿子都打不着，让你过来卧底，到底什么情况啊？哎，别提了，也是没有办法。先前派过来的几拨人，最后都下落不明了。我这不是当年年轻气盛，就自告奋勇的过来了，后悔啊！我他妈嘴咋就这么欠呢？年轻气盛？我他妈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几百岁了，你年轻？说说，你们逍遥宗为什么要派人卧底万寿盟？逍遥宗和万寿盟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恩怨，但是逍遥宗的老祖却突然之间开始不断的派出弟子前往这名不见经传的云翔州，目的只有一个，打入万寿盟的内部，查探万寿盟的具体消息。你都来这里1000年了，加入到万寿盟了吗？加入了，但这些人警惕性太高了，我接触不到太多的秘密。哎，但也总算是好好的活着。这万寿盟之前我压根都没听过，谁曾想高手这么多。妈的，一个小领头的居然不死境，在万寿盟你就是至尊境都他妈没有什么地位。你就说吧，至尊境，这可是至尊境，放在哪个势力里面那不也得是个不弱的高手。这万寿盟太变态了，我都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修炼的，我都想不通我们老祖到底哪根筋不对劲，非要调查万寿盟。我觉得万寿盟能够轻而易举地灭了我们逍遥宗。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为啥？你也是为了万寿盟来的？不错，之前我在寿神州灭了万寿盟10多位大地强者，算是结下了死仇了。而且万寿盟盟主牧野手上有我想要的东西。10多位大地强者？我操，这么多！哎，不对，你刚才说什么？你灭了10多位大帝？万寿盟竟然有这么多大地强者，而你居然他妈能灭了这么多大地强者，你大地巅峰了？我问你，万寿盟为什么如此低调？而且云翔州似乎并没有人听过万寿盟这3个字。我哪里知道为什么这么低调？我也想问，可他妈没人告诉我呀。我虽然加入到了万寿盟，但这些人对我有防范，用他们的话来说，我就是还在考察中，只有经历过考验才能够加入到核心之中，不然的话我都不死境巅峰境界了，怎么着都得混一个小头目的身份呢。
至于这云翔州，这里确实很奇怪。我当年来到这里之后，就没听说过万寿盟，我都以为自己走错地方了。反正我的任务就是想办法潜伏进万寿盟，干脆我也不打听，等着他们来找我。我天天无所事事，惹是生非。哎，你别说，这帮人还真找着我了，邀请我加入到万寿盟。我还以为我很快就可以完成任务，回到逍遥宗，谁曾想待了他们这么久，老子还是一个外围人员，而且是最外围的。所以云翔州是真的没有人知道万寿盟，怎么做到如此隐秘的？因为万寿盟对外根本就不是这个名字。我这么多年也打听了一些消息，好像是大约5000多年前开始吧，万寿盟就忽然从云翔州的视线之中消失不见了，而且云翔州所有知道万寿盟的人也慢慢的消失不见，久而久之，也就完全没有人知道万寿盟这3个字了。如今万寿盟在云翔州都是以货站的身份出现，在云翔州有很多的货站分部，人员众多，实力也很强。万寿盟的正式成员每一个那修炼就跟他们吃了药一样。大概500多年前吧，我认识的一个小子也是加入了万寿盟，修为才洞虚境。不过100-200年的时间，这货居然不死境了。就他那破天赋，别说100-200年，他们1-2000年也突破不了不死境啊！这万寿盟的秘密太多了，只可惜我根本就接触不到。5000多年前开始销声匿迹，这个时间段和龙地宫十分的相似，又都拥有着可以让人快速提升修为的方法。陈长安不得不将木叶和龙无期联系了起来。既然你什么都查不到，那留在这里做什么？都这么久了还不相信你，恐怕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不可能，我的身份隐藏得很好。况且如果他们知道了，那我还能活到现在吗？不管如何，你都不能够继续留在这里了，太危险。但你应该知道不少货站分部的位置吧？这我倒是知道几个。你想要怎么做？挨个灭了，逼迫万寿盟盟主现身。不错，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你疯了！万寿盟盟主可是大地巅峰，而且万寿盟之内不知道还有多少强者。你一个人再加上一个大黄，就你们2个单挑整个万寿盟？这话叫怎么说的？什么叫再加上一个大黄？我很弱吗？哎，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不弱，但万寿盟太强了。说实话，我都有些想要劝我们老祖别调查了，也别招惹万寿盟了。我真怕一个不小心，我们逍遥宗都会万劫不复，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啊。没事，我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有一定自信的。听我的，先回逍遥宗，等过段时间我会去一趟，有些事情我可能要亲自问问你们老祖。哎，罢了，我听你的，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跟着你还是留在这儿都是添麻烦。哎，我走，我将我知道的这几个货站地点告诉你，你万事保重啊，不行就跑。最后深深地看了陈长安一眼，无奈地转身离去。大黄，你有没有发现，如今这正常突破大地的人似乎也在变多？陈长安突然的一句话让大黄一愣。正常突破到大地的人也在变多，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哎，会不会和天地人3宝有关啊？盛世降临，必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或许这些人都是为了真正的妖孽铺路的垫脚石吧。走吧，先办咱们的事。希望牧野的那颗珠子真的是胎珠吧。盟主，2天的时间，我们已经有5个货站堂口被灭了，对方来势汹汹，实力十分恐怖。如果我们再不有所行动的话，恐怕……万寿盟已经如此隐秘低调，为什么还是会被人盯上？盟主，不要再想着兽神山脉的事情了。当务之急应该是想办法应对眼前的问题，恐怕一般人未必会是此人的对手。哼，万寿盟低调了这么多年，此人居然还能够准确地找到货站堂口，万寿盟内部必然是有细作。这件事情你们调查了吗？调查过，还有一个外围的待考察人员，前几天突然消失不见了，此事应该和此人有关。待考察的外围人员居然知道这么多事情，你们到底是怎么做事的？我不是吩咐过绝对不要大意吗？居然会让一个外人带考察人员知道这么多事儿，你们是干什么吃的？盟主息怒，我已经严厉的教训过了。哼，一个小小的失误就可以让我们满盘皆输，你懂吗？是。将总部所有大地境界之人全部召集过来，此人这么做必然是奔着总部来的，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有几个胆子敢到我这儿来闹事。1天之后，陈长安带着大黄出现在了云翔州的凤翔地界。你现在的实力能够和大地巅峰一战吗？一战可以，胜负不好说。你也知道，大地巅峰也有强弱之分。若是我师傅这个级别，毫无胜算，但死不了。你师傅这个级别，算了吧，整个太玄界绝对找不出一个和你师傅同级别的强者。你说，若是融合了这一次的胎珠，你的境界应该可以提升到至尊境。哎，有没有把握和你师傅一战呢？和我师傅一战，
不好说。你也知道，融合越是后期，提升的战力也并不会太夸张。大帝境界级别的战力差一步，那可是天壤之别。这一次融合之后，大帝巅峰之中应该鲜少会有敌手，但我师傅没把握。大黄，一会儿见机行事吧，恐怕这牧野需要你来对付一下。最重要的是先找到胎珠。我明白，瞧好吧你就。兽神在此，你们这群小小之辈，居然敢打兽神州的主意，受死吧！然而此时的牧野浑身激动到正在颤抖啊！兽神出现了，兽神居然真的出现了！原来他真的存在，原来兽神一直都存在。果然如此，果然如此。盟主，之前的事情不会也是兽神？之前的事情，这就是兽神的报复吧？管不了那么多了，既然兽神现身，说什么我都要去看看这兽神的真面目。尔等随我一起迎战兽神。是，盟主。就在牧野带着人寻找兽神的时候，陈长安此时已经悄悄地进入到了万兽盟的总部。寻找了半天，陈长安并没有找到胎珠的下落。难不成这东西被牧野一直带在身上？看来只能先动手，再问珠子的下落。陈长安寻找无果，只能够给大黄传音。听到陈长安的传音，大黄也是眼睛一亮，瞬间现出真身。野狗变异了！变异个屁呀，脑子有病啊！这特么恐怕就是兽神本尊了。好恐怖的气势啊，好威武的模样啊！这样貌，莫非是传说中的神兽麒麟？神兽在太玄界十分的稀少，甚至可以说是早就已经绝迹了。兽神州的兽神居然是神兽麒麟，自豪。为何我的心中会出现这样的情绪？只可惜我当年终究是走错了路，再也回不去了。牧野，你身为兽神州走出来的人，如今居然派了那么多人将我兽神山脉肆意屠杀妖兽，你简直罪无可恕！既然你真的存在，为何从来不来见我？为什么？我只是想要知道兽神是否存在，我的信仰是否真实。我会背叛兽神州，都是你逼的。明明我不用走到如今这种地步，只要兽神见我一面，什么都能解决了。可兽神偏偏没有这么做，这难道还能怪我吗？哼，是你自己信仰不坚定。兽神州这么多人，其他人同样没有见过兽神，他们为何没有背叛？你不甘寂寞，信仰不坚，走到今天都是你自己做的决定，谁曾逼过你？当年你带着一颗珠子前往兽神州，我很开心，我以为你回心转意，想要重回兽神州。我本也打算见见珠子，顺便见你一面，但你……兽神曾经想要见我，我上一次拿回去的珠子，兽神也感兴趣。是他，一定是他，对不对？他担心我抢走他兽神学院院长的位置，所以才说你不肯见我的，对不对？他也是一时糊涂，我已经严厉地惩罚过他了。我就知道一定是这样。如今那珠子何在？珠子在，就在我这里。说着，牧野便将珠子从纳戒之中取了出来。果然是胎珠，没有想到居然真的在这牧野的手上。这珠子确实有些奇特，好像和我有着某种联系。难道这珠子是兽神大人的？兽神大人的东西居然落入了我的手里，这本应该是莫大的缘分，可都怪老院长这个狗东西，要不是他，我何必惹怒了兽神大人？既然是兽神大人您的，那就还给您吧。面对兽神，牧野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种顺从的本能。不对啊，盟主，这兽神不是找咱们算账的吗？怎么还聊上了？对了，刚才还气势汹汹，怎么就聊上了？可此时珠子已经被大黄抓在了手上，心中嘿嘿一笑，毫不犹豫的直接将珠子扔向了陈长安所在的方向。兽神，你怎么把珠子扔了？因为我不是你认识的那个兽神，我就是为了这颗珠子而来的。不是你认识的那个兽神？什么意思？还有2个兽神不成？你刚才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是兽神不假，但是我是如今新一任的兽神。至于你所知的那个兽神，其实你一早就认识了，他真实存在，而且和你关系匪浅。我所认知的那个兽神也存在，而且和我关系匪浅。是谁？到底是谁？
如今的兽神学院院长，不可能是他，绝对不可能是他。难道是第一任兽神学院的院长？难道说当年带领着我修炼成为御兽师的那位便是兽神大人？可兽神不是妖兽吗？但他明明是一个人类啊！要不要我告诉你一些真相呢？真相？什么真相？盟主，我怀疑他在拖延时间，不要上当。对啊，就是想要知道什么，抓住他，不就什么都可以知道了吗？拖延时间？拖延什么时间？告诉我，什么是真相？真相就是……还没等大黄继续说，突然四周灵气的变化便让所有人都是一愣。如此恐怖的灵气吞噬速度，究竟是什么人来到了云翔州？大地巅峰？不可能，大地巅峰也做不到这样的程度。难道是上一任的兽神也来到了云翔州？他是要突破到11阶了吗？可哪来的11阶？你到底是谁？他又是谁？我是兽神，兽神州的新一任兽神。至于他，你很快就知道是谁了。应该已经结束了。大黄感应到了陈诚的修为变化，此时已经顺利突破到了至尊境一重，舒服，哈哈哈，太舒服了。行了，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吧，你歇歇。就他妈卸磨杀驴是吧？老子还没装够呢，你就让我变成狗？一会儿行不行？这么多人呢，给点面子。行，给你个面子，一会儿再变狗。真仗义！呸！我他妈谢你干嘛呀？你是谁？陈长安。陈长安？哪儿冒出来这么一个人？刚刚那么恐怖的动静是他弄出来的，可他的修为至尊境1重，这他妈不是见鬼了吗？陈长安看了看牧野的身后，50多人，50多位大帝，好家伙，这数量可是不少。就是不知道和龙帝宫比起来，谁会更胜一筹。真是没想到，一个万兽盟死了10多位大帝的情况之下，居然还有50多，真是有意思。那10多人是你杀的？他杀的多，我就解决了一个。不过现在恐怕应该是我杀的多了。下一刻，一股毁天灭地的气势从陈长安的身体之中迸发而出，强大的气势让牧野都感觉到了有些无法招架。灭！轰的一声巨响过后，牧野凭借着超强的实力，虽然挡住了这一剑，但此时也是受了不轻的伤势。而他身后那50多位大帝强者居然无一生还，全部死在了陈长安这一指之下。果然，对付大帝巅峰的强者还是做不到秒杀。不过也不错了，这个结果我很满意。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你明明只有至尊境的修为，却如此强大？我说了，我叫陈长安。既然你问了我一个问题，那我也问问你几个问题。你和龙无期是不是从风仙圣地得到了什么诡异的功法？龙无期？此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的事情？他到底还知道些什么？我没有什么能够告诉你的，别白费口舌了。真的没有吗？你自己说，还是让我来搜魂？搜魂？陈长安，你的实力是强，可你别忘了，我乃是大帝巅峰境界。你对我施展搜魂，你是不想活了吗？况且我怕告诉你，就算你对我施展了搜魂也没有用，你什么也得不到。什么也得不到？什么意思？难道说牧野的灵魂被人下了禁制，就算搜魂也无法搜到任何我想要得知的消息？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居然如此严谨？风仙圣地的圣主到底对你们做了什么？他不是已经飞升上界，为什么还要在太玄界搞事情？成王败寇，我输了，但陈长安你也没有赢。想要从我这里得到消息，你做梦！只可恨没有完成圣主当年交代的事情。陈长安，你得意不了几时，虽然我无法亲眼看见你被圣主制裁。圣主制裁？风仙圣地的圣主还在太玄界？还是说对方拥有随时回到太玄界的能力？不好，这家伙要自爆！快走！妈的，这个疯子！还以为他正常一点，没想到比他们龙无期还疯。风仙圣地到底培养出来了一群什么人啊？怎么一个比一个有病？这也太想不开了，他怎么就知道一定不是你的对手啊？他拼一下也好呀，直接自爆，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啊？简直就是脑残一样！我以为大地巅峰强者，你自爆算怎么回事啊？害人害己，这得连累多少人一起陪葬啊？
算了，咱们还是先回兽神州吧。真晦气！大哥哥，你们回来了。小琪琪，你怎么在这里？小琪琪还是那么可爱，只不过再次看到大黄，小琪琪变得拘谨了不少，可不敢上前随意的去撸大黄了。你们走了之后，我就一直在这边等你们回来。爷爷让我等着的。那个牧野怎么样了？死了，自爆而亡，死得相当惨烈。啊，那我知道了，我回去告诉爷爷。大哥哥，你们是不是要走了？事情解决了，也是时候离开了。爷爷让我将这件东西交给兽神。兽神？大黄？说完之后，小琪琪拿出来了一块手掌大小、晶莹剔透的水晶状物品。看到这个东西，陈长安和大黄都是一愣。难道这就是老院长说的那个能够让他突破到10级的宝贝？这老东西还藏私了？才没有，不许这么说，爷爷。听到大黄的话，小琪琪顿时小脸一沉，气鼓鼓地反驳了一句。可说完之后，又有些害怕的向后退了几步。小琪琪不用怕，大黄很乖的，不咬人。不，他是麒麟，很可怕的。看看你给人家孩子吓的，你就他妈不能有个笑脸？笑脸儿？哼，你他妈说的倒是容易，谁家狗天天笑啊？大哥哥，这个东西是你们离开之后突然从湖中出现的。爷爷原本也在考虑要不要将这个东西给我，可最后还是决定将东西送给你们。毕竟如果不是有你们，兽神山脉的那些妖兽恐怕已经灭绝了。而且这么多年来，这个东西都没有出现，你们到了，它也出现了，说明这东西和你们有缘。你难道不想要突破10阶，成为兽神，守护兽神州吗？我知道进阶10阶之后要面临的是什么，可我还是喜欢现在这个样子。兽神的责任太大了，我承担不起。大黄，你看看人家的觉悟，你说你屁事都不管，还当兽神，你好意思不？这叫什么话呀？什么叫屁事不管？再说了，那不是老院长让我当的吗？我可没主动要求啊。不过老院长也算是很懂事，很懂事。那个小琪琪啊，你别说我当了兽神不办事啊。以后啊，我说的是以后啊，如果兽神州有什么危险，尽管来找我。啊，知道了。你这丫头怎么如此敷衍？你不也是很敷衍吗？哼，天地之大，不去哪里寻你啊？不想帮忙就不帮忙，净说些大话。小琪琪的话让大黄也是十分的尴尬。小心思居然被拆穿了，这丫头这么聪明做什么？一点也不可爱。小琪琪，老院长特地让你等在这里，还有其他事情吗？没有了，大哥哥，那我就先回去了，我不来和你们告别了，你们保重。如果有空有时间的话，能回来看看吗？回来看看，还有这样的机会吗？我不确定还会不会回来，所以不能够答复你。但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我会回来看你的。呀，这真的好像生死离别一样。小琪琪，你不是也可以出去玩吗？那到时候去找我们不就好了？小琪琪听到大黄的话之后，虽然笑着点了点头，但是陈长安和小琪琪都明白，他走不了，也不能走。老院长的实力是一直在倒退的，所以兽神州的安全都落在了小琪琪的身上。你吃吗？当然不吃，我走了你多寂寞呀。虽说10阶是他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和心愿，但少了陈长安，总感觉差点什么。自己飞升上界了，那多无聊啊！行吧，那我先帮你收着，等你想要突破的时候告诉我。好。公子要走了吗？啊，接下来我们去什么地方？随便吧，四处逛逛。也不知道剩下2个胎主所在的位置，所以离开了兽神州之后，便带着顾仙儿和顾凤瑶随意的逛了逛。转眼又是3个月的时间，无所收获。不早了，就这里吧。距离人榜正式结束没有多久了，你们2个人最后再冲击一下境界。转悠了半天毫无收获，正好如今呢快要到了人榜结束，陈长安打算先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住下来，一切等到人榜结束之后再说。大黄，你说这人榜的奖励会是什么？都说是天道馈赠，那究竟会是什么呢？不清楚，到时候再看呗。哎，你说人榜会不会有什么变化？这段时间倒是也没有陈云轩和叶知秋的什么消息，你说这2个臭小子在干嘛呀？在干嘛呢？他们2个心里面都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变强，爱干嘛干嘛吧。不过说起来，我之前一直都感觉我师父跟在我附近，可自从去了一趟古家之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不见了。你说我师父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你师父能出什么事啊？就他的实力，出事的应该是其他人。顾仙儿和顾凤瑶2人此时已经完成了最后的突破，终于在人榜最后的结算之前，将修为提升到了洞虚境3重。算算时间，应该马上就是人榜最后结算的日子了。突然，天空之中再一次金光绽放，
人榜排名只有前500名可以成功晋级，获得参加地榜的资格。第6名无名刀，第5名李七夜，第4名古凤瑶，第3名古仙儿，第2名叶知秋，第1名陈云轩。人榜排名公布结束，奖励发放。下一刻，天空之中落下来了500道光束，直接将人榜上榜的500人笼罩其中。陈长安看着面前的顾仙儿和古凤瑶，两个人此时也被光束笼罩其中。这奖励居然没有公布，而是直接发放，突破了，直接突破了2重境界。这奖励好像还不错。陈长安发现顾仙儿和古凤瑶两人的修为从洞虚境3重直接被提升到了洞虚境5重，奖励了2重修为。公子，长安哥哥，我们又突破了。不错，奖励就是修为吗？不，除了修为之外，还有其他的奖励。还有其他的奖励？是什么？公子，我获得的奖励除了修为之外，还有一部地阶功法，还有地阶的武技，但是我感觉并不是十分适合我，不如我自身修炼的功法好。长安哥哥，我的也是如此，不过我的这个功法看起来似乎比我们古家的要好一些。我要修炼这奖励的功法吗？奖励了功法和武器。陈长安仔细地思索了一番，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太对劲儿。既然是天道馈赠，为何不是量身定做的功法呢？就算没有办法量身定做，起码也应该奖励一些比较符合的功法才行吧。顾仙儿的奖励很好，但和他完全不匹配。至于古凤瑶的，也只是比他们古家的功法好，仅此而已。既然不合适，就不要修炼了。凤瑶，你们古家的功法更适合你，不需要半路转修其他的功法，奖励就先留着吧。公子，你是怀疑这奖励有问题吗？说不好，就是感觉哪里不太对劲。师傅慕云瑶当年也是从天地人3榜脱颖而出的超级妖孽，那么他传授给我的那些功法，是否也是天地人3榜的奖励呢？那陈云轩他们那边怎么办？要不要也提醒他们一下？他们应该不会草率的修炼，但是无名刀……不过就算陈长安想要提醒，恐怕也来不及。是福不是祸，都是个人造化，顺其自然吧。地榜开启，规则如下：除人榜500晋级选手之外，凡太玄界30到100岁之人皆可参加。3年之后，太华之巅举办地榜挑战赛，实力比拼，战力为王，前50名成功晋级。3年时间，看起来是在给人榜的选手3年的成长期。但是3年的话，恐怕未必真的能够追赶得上吧。毕竟越到后期，提升的速度越慢，时间的差距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拉平的。远的不说，单单说我们古家之中，100岁之下至尊境的人就有不少，更何况是整个太玄界呢？洞虚境和至尊境之间差距多少还是大了一些。看起来天榜便是真正强者之间的对决了。至于这地榜，重在参与吧。前50名，我相信你们都没有问题。陈长安淡笑着说着。